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7个女帝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魔头，当年我好心救你，你却觊觎我的太阴神体，屠我全村。今日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以报乡亲们的在天之灵。听到自己这些徒弟们的声讨声，刘老六的神色显得十分坦然。知足了，你们几个徒弟亲自送我上路，为师无憾了。刘老六，当年你收我为徒，潜入我冷家，杀我父母，夺我家产，上次让你逃过一劫，这次我定要你血债血还。什么？幽冥魔帝刘老六竟然是北冥女帝的师傅？如此说来，北冥女帝岂不是在欺师灭祖？呸！什么欺师灭祖是大义灭亲，好不好？想那幽冥魔帝作恶多端，为祸苍生，不但肆意屠戮修士，9000年前更是一剑斩断天门，绝了修士升仙之路。如今7女帝联合设下诛天阵炼化幽冥魔帝，才能还修真界一个朗朗乾坤呀！对，就是这样。北冥女帝好样的！刘老六，给我去死吧！寒冰掌，太阴拳。太阴女帝，难道你想救她不成？你不能杀她！太阴女帝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她真打算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救下幽冥魔帝不成？幽冥魔帝为祸苍生，太阴女帝虽实力强横，难道还敢与整个修仙界为敌不成？诸位莫慌，要知道诛仙阵可是7位女帝联手布下。若是太阴女帝想救幽魔冥帝，又怎么会与其他6位联手？此言一出，众人揭露出惭愧之色，不该早早给太阴女帝定罪。而此时，太阴女帝的目光一直牢牢锁在刘老六身上。刘老六，当年你身受重伤，我好心将你救回家中，悉心照顾，你却觊觎我体内太阴之力，假意收我为徒，将我软禁在侧，更残忍杀我父母，屠我全村175口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，才消我心头之恨。什么？幽冥魔帝这个大魔头，无恶不作，简直人神共愤。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太阴女帝和北冥女帝2个女神都是他徒弟啊！该死的刘老六，那可是2位女神呀！刘老六强撑身体，抬头望向曾经的徒弟们，眼神充满了慈爱。也罢，是时候离开了。姐，小死，门都没有，禁锢。什么？瑶池女帝，7女帝之首。刘老六，当年你杀我夫君，强制收我为徒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刘老六，当年你未登上天帝之位，暗算我的父亲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我不会让你死这么痛快的，我要抽取你记忆，让世人好好欣赏一下你恶贯满盈的一生。不要！怎么？你怕了？晚了。瑶溪，有时候真相会是很残酷的。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7个女帝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你害我夫君，杀我父亲，夺天帝之位，一条条丑闻，一桩桩恶行，岂能是你一死了之的？什么？当年天庭覆灭，原来也是幽冥魔帝的手笔。我更关心的是，瑶池女帝居然还有夫君。屁！难道你们没发现瑶池女帝也是刘老六的徒弟吗？这刘老六，你不当人死呀！刘老六抬头望向瑶池女帝，此时的眼底深处竟然流露出一丝柔情，随后又低下头，闭上双眼。哼，事到如今还在这惺惺作态，实在是令人作呕。刘老六，只要你告诉我，你将我父君魂魄的养魂瓶藏在哪里，我给你个痛快。瑶溪，往事不可再追。好，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就自己找，顺便让世人欣赏一下你恶贯满盈的一生。昊天镜，出！什么？那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混沌神器昊天镜？传闻昊天镜乃天庭至宝，有莫大的威能。也正是因为有昊天镜的存在，天庭才能统一诸天。此生能看到此等神器，无憾了。映照诸天，大道显。只见一道光芒直奔刘老六而去，昊天镜竟然慢慢有了画面。难道这个男婴就是幽冥魔帝？是呢，没想到叱咤风云的幽冥魔帝出生时，竟然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凡人。要知道，普通凡人能踏上修仙之路都难，更何况能成长为威震四海的幽冥魔帝，实在匪夷所思呀。是了，刘老六若不是普通凡人，又怎么会觊觎我的太阴之力？没想到这个魔头居然是凡体肉胎。
转眼之间8年已过。娘亲，我们要去哪呀？孩子，今天是你的生辰，娘要带你去庙里祈福，保佑你平平安安。刘老六看向街道的一些乞丐，沉思片刻。娘亲，我能求老天爷让所有人都不再挨饿吗？好儿子，你长大了。真是没想到恶贯满盈、无恶不作的幽冥魔帝，幼时竟这么善良。确实，若非已经知晓这是幽冥魔帝的计谋，恐怕没人能想到这会是以后为非作歹、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。这刘老六住的宅子和街道，怎么和我小时候的家一模一样？这明明是我的家呀，怎么会是魔头出生的地方？闪开！伯母，我是逃难来投亲的。你是？伯母，我是冷风，刘伯伯故交之子，这是家父亲笔信。福伯先将他安顿在府里，等晚上老爷回来后再做定夺。嘿嘿，这个家伙目光淫邪，笑得那么邪魅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此举恐怕是引狼入室。诸位道友说的不错，我推测这个青年必然是有所图谋，刘家危险了。都给我闭嘴！爹，能再次看到你真好。只是你怎么会和魔头有如此渊源？这刘家又怎么变成我们冷家的呢？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7个女弟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你杀我双亲，夺我家产，昊天定价，让众人看看你丑陋的嘴脸。想不到冷家竟遭此大难。小侄冷风拜见夫。夫人，我与冷风的父亲当年乃是生死之交，如今冷家遭此大难，我这侄儿来投奔于我，切不可委屈了他。我欲收其为义子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理应如此。孩儿拜见义父义母。好，往后萧府就是你们家。风儿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可曾想过考取功名？义父，我从小到大就不是读书的材料。既如此，那以后你便帮忙打理商铺，我的家产需要有一个继承人。义父，儿从未想过要争夺刘家的家业。快起来，你6弟志不在此，将来是要考取功名的。儿一定不会辜负义父寄予的厚望，将刘家产业发展壮大。6弟，以后要是谁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大哥，大哥帮你出气。原来爹爹是继承了刘家的家产，我就说爹爹不是那般不堪之人，只是刘老六竟然成了父亲的兄弟。半年后，谁？义母，是我，义父喝醉了。你也辛苦了，你义父有我照顾就行了，你早点回去歇息吧。不必了，我看今晚不如让我照顾照顾你。什么？你喝醉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醉，义母，不如你陪我喝2杯，看看我醉没醉。来人呀！义母，你喊破喉咙也没用，刘家上下已经全部在我掌控之中。只怪你实在太迷人了。冷风说罢就要上前撕扯刘夫人衣服。畜生，你在做什么？麻烦，看来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。畜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一直将你当成亲生儿子看待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吗？老家伙，我就让你4个明白，我根本就不是冷风，真正的冷风早就被我给宰了，老子是江洋大盗。老家伙，今晚我只想照顾下风韵犹存的义母，既然你醒了，就别怪老子心狠了。杀了我，难道你就不怕官府查到你的身上吗？哈哈，杀你的是江洋大盗，关我冷风什么事？而且知府大人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岳父大人，你觉得他会怀疑我是江洋大盗吗？义父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我马上就会送义母和6弟与你相聚。儿子，保护儿子，谁也走不了。我和你拼了！就这样，刘父刘母2人死死抓住冷风的腿。给我！儿子，跑呀，赶紧跑呀！爹娘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报仇，报仇！想跑，给我追，务必斩草除根。是老爷。这个冷风真他丫的不是个东西，若是落入老子手里，老子非把他大卸8块不可。道友算我一份，这个 dog 娘养的畜生，不把他活剐了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也算我一个。都住口！我不信，假的，一定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7个女弟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你杀我双亲，夺我家产，如今更利用昊天镜来污蔑我父亲，还给我命！不知死活，居然敢攻击昊天镜！昊天镜乃是诞生天地之初的混沌神器，即便是仙人都无法伤其分毫，又岂是修真女帝能撼动的？我不信，假的，
一切都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众人一自己的父片哗然。亲居然是人面兽心的畜生，我还有什么理由，还有什么资格去找刘老六报仇？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刚刚北冥女帝好像一直在维护冷风？听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是这么一回事。难道北冥女帝与那冷风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？北冥女帝在声讨幽冥魔帝时，曾说过幽冥魔帝杀死了他的父母，谋夺了他冷家的家产。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北冥女帝的父亲便叫做冷风。什么？原来北冥女帝竟然是冷风之女，那还寻什么仇，报什么怨？哼，一个畜生的女儿也配与我并称为7大女帝，真是无今生之羞耻。刘老六该死，冷风更该死。若没有冷风的出现，改变了刘老六的命运，我父母和全村175口绝不会死于刘老六之手。刘老六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成为魔头的。当刘老六睁开眼时，竟然被关在笼子里。什么？难道被冷风抓住了不成？刘老六扭头看向四周，赫然身边都是一个个被囚禁的孩童，共几百个孩童。给你钱，孩子们归我了。青云宗，青云宗，这是我青云宗弟子。这位老者为何如此激动？造孽！这个老者本是青云宗宗主之子，青云宗于1000年前被幽冥魔帝屠戮全宗，仅他一人因外出历练幸免于难。原来如此，想那幽冥魔帝定是从青云宗踏上修仙之路的，只是没想到竟然会恩将仇报，屠戮青云全宗。此等行径简直猪狗不如，人面兽心呀！没错，亏我之前还同情他幼年时的遭遇，如今看来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内心黑暗的人。就是，同情幽冥魔帝恐怕是我们做过最愚蠢的事情。刘老六，那些解救我们的应该是修仙者，我们是碰到大机缘了。修仙者吗？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雪恨的。张铁，我们要被带到仙山上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争取成为帝子。我们一定会成为仙人的。半个时辰后，这哪里是什么机缘，真是刚出狼洞又入虎穴。哈哈，我成仙了，我成仙了。张铁，你怎么了？去处理一下。一瞬间，张铁便被烧为灰烬，烟消云散。别哭了，能被仙人选为是药童子，乃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轮到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7个女帝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你杀我双亲，屠我全村，今日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走上这恶魔之路的。这就是你出来试药？试药？难道张铁就是试药而疯的吗？炼丹处，好难受，好难受。下一个啊，好痛，好痛！一眨眼，竟然10多个孩童试药而亡，而长老却面不改色，继续拿孩童试药。什么？如此畜生，真该千刀万剐呀！是啊，修真界本就是不能随意杀害凡人，更何况是无辜孩童。如此行径与魔道何异？该死！没想到我青云宗内竟然有这种丧尽天良之辈。若他还活着，老夫必亲自清理门户。到你了，我一定要活着，活着才能报仇。不错，居然承受住了药力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做我的试药童子，辅助我炼制丹药。8年后，不行，身体恐怕坚持不了多久，我必须拼死逃出去。如今有了这龟息丹，应该能拼死一搏。童子来，试下今天这个药。不行了，受不了，我要受不了了，杀了我，快杀了我！难道今日家的2位毒草太过猛烈了吗？抬走，处理掉吧。太可惜了，这么好的药呢？小心点，赵长老说这个家伙体内都是剧毒。可惜了，这个家伙一死，恐怕以后要经常给赵长老送人过去了。哎，何止赵长老，太上长老又要500童男和500童女的精血续命，刚收的这批人哪够分啊？哎，只能在下山抓人了。行了，就扔在这里吧。当2人走远后，刘老六睁开眼睛，瞳孔骤缩，崖底赫然都是一具具孩童尸体，少说也有10万之数。凡人之城，我可怜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无辜的孩子。什么修行？那分明是恶魔，是魔鬼。一时间，世间所有的凡人都开始谴责起修行者来。诛仙大阵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假的，
一定都是假的。闭嘴！昊天境岂能作假？难道当年我服用的养神丹都是这些孩童魂魄炼成的？我一身修为到底是多少无辜性命换来的？啊，那我还修什么仙，炼什么道？罢了，青云宗这罪孽的历史就让我结束吧。报。青云宗圣子自爆而亡，只见无数星光飞向幽冥魔地，像感谢又像道别，然后轮回而去。哎，若不是看到幽冥魔地的记忆，谁能想到整个修真界早已烂透了？世人不知道幽冥魔地有多邪恶，可若是幽冥魔地摧毁的都是像青云宗这般罪恶滔天的宗门，那他何错之有？你们说，会不会是我们一直都误解幽冥魔地？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7个女帝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虽然我对你孩童遭遇同情，但是你害我夫君，杀我父亲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。哎，你们说有没有可能幽冥魔帝是无辜的？怎么会？幽冥魔帝斩断仙路，谋害天地，这是无辜。幽冥魔帝残暴不已，就连浩然宗太上书院、瑶光圣地这些名门正派都被其屠戮殆尽，这算无辜？这一桩桩，哪一桩算是无辜？这一件件，哪一件又不是人生不分？是了，定然是复仇让刘老六从此魔化，变成那个无恶不作的幽冥魔帝。刘老六和你相比，我是幸运了。虽然我也曾被仇恨蒙蔽过双眼，可是我有幸遇到了哥哥，那个值得我托付一生的哥哥。可是当我大仇的报后，哥哥却离开了，再也找不到了。哥哥，你到底在哪？我找了你几千年，雪儿想你了。总算逃出来了。如今我时日不多，但在青云宗这几年，我也突破到炼气期，应该能对付凡人冷风了。哼，刘老六，如今看来，后面你我师徒相遇的戏也是你精心设计的了。爹娘，孩儿回来了。哈哈，不错，这小妞卖到翠红院应该不少钱。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丫的，又是人贩子，都给我去死！好厉害的大哥哥，我一定要拜他为师。看来我时日不多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快回家去，别让父母担心了。师傅，徒儿找你找的好苦啊！师傅？什么师傅？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师傅呀！我绝对不会认错的，你就是我的师傅。师傅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嘿嘿，我这撒娇大法就不信拜不了师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叫雪儿的小女孩长得有点像北冥女帝？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确实跟北冥女帝十分相似。北冥女帝曾经是幽冥魔帝的徒弟，你们说这个叫雪儿的小女孩会不会就是北冥女帝呀？快闭嘴吧你们！北冥女帝好像往我们这边看过来了。原来他当时并不知道我的身份，难道一切的相遇都是巧合吗？刘老六，你向我父亲复仇情有可原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连我母亲也一同杀害啊！他当年在府中对你多有照顾，你又怎么狠心下得去手？你既如此狠心，为何偏偏又放我逃走？难道你还惦记那点可怜的师徒情谊吗？那你的师傅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师傅不就是你吗？师傅，你怎么还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哼，如此不诚实，我又怎么能收你为徒？师傅，你就收我为徒吧，我再也不说谎了。哎，我如今都自身难保，又怎么能收徒呢？先哄骗一下吧。行了，告诉我你家在哪里。拜师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还是需要跟你的爹娘商量一下的。谢谢师傅，前面就是我家，我带你去。冷府，这是你的家？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7个女帝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当年母亲对你不薄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我倒要看看你当时是否有一丝愧疚之色。冷府，好个冷风，不仅杀我父母，夺我家业，如今更是鸠占鹊巢，挂上了你冷府的牌子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表情好吓人呀！你说这是你的家？对呀，师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师傅，我叫冷若雪。冷若雪，姓冷，果然是冷风的女儿。没想到这8年来，唯一带给自己些许快乐的人，竟然是仇人之女，天大的玩笑！师傅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别叫我师傅了，与我缘分已尽，我走了。雪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想死爹了。冷风，爹娘，孩儿这就为你们报仇。爹爹，我也想你了。啊，这我又怎能在一个孩子面前做此等事呢？
这不是又造就了一个我吗？刘老六强压下汹涌而出的怒火，看向雪儿。爹爹，这是我师父一招就打飞一个坏蛋呢。一招，莫非是修行之人？传闻修行炼气之人上天入地无所无能，我当年靠一本炼体秘籍才有所成就，至今未能进入炼气阶段。莫非机缘在他这里？多谢真人护送小女回家，如今更是收小女为徒，真是对我冷家有再造之恩。不知真人师承何派，我也好让小女谨记师门的恩惠。这冷风居然是断体大成，我虽刚刚突破炼气期，但有毒伤在身，恐怕需要和他虚与委蛇一段时间了。无门无派，一介散修罢了。嘿嘿，那岂不是正合我意？对方实力高深，需要好好谋划才成。既如此，先生不如日后就安心住在冷府，也方便教导小女。太好了，终于能和师父天天在一起了。看着天真快乐的冷若雪，刘老六的心中突然有些不忍。若是真的杀了冷风，冷若雪会变成什么样子？是否也会和我一样，变成一个内心只有仇恨的行尸走肉？不行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看来只能先住一段时间了。这半年，刘老六每天都在冷若雪一声声师傅中度过。刘老六心中也真的将他当作自己的徒弟，一面是父母之仇，一面是师徒情谊，刘老六却越陷越深，不断的痛苦挣扎。原来当年我的快乐是建立在师父痛苦之上吗？哎，人生最痛苦的事莫过于选择，选择也就意味着是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刘老六魔化的起点呢？罢了，父母之仇不能不报，但是不能让雪儿知道她有个禽兽父亲，那就让所有的痛苦和罪责都让我一人承担吧。我报仇以后，再让雪儿送我一程，这应该是对雪儿伤害最小的一种办法。夫人，你只要把软金散让真人喝下，我就有把握逼问出炼气秘籍。冷风，难道你觉得自己做的伤天害理的事还不够多吗？如今竟然还敢将主意打到雪儿师傅的身上。哼，宁叫我服天下人。好吧，明日我宴请真人伺机下药。哈哈，这才对嘛。你敢相信吗？前一刻还是女儿的好父亲，下一刻变成了杀妻害人的魔鬼畜生。贱人居然敢背叛我，给我死！一刻钟前，夫人莫要忘记降妖真人伺机下药啊。知道了。有夫人在，大器可成也。父亲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把我许配给此贼人。我堂堂知府千金，若不是为了雪儿，早已与你这老贼鱼死网破。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害人了。见过真人，雪儿是否又顽皮了？娘亲，我没有，我最听师父，当然还有娘亲的话了。你这丫头，雪儿给你一些钱，去街上给你师父买些礼物。好的，师父等着我呀。真人，这是我亲手煮的茶，还请你品尝一下。多谢夫人。这茶不对，莫非这冷风要对我下手了？可是我关冷夫人绝非邪恶之辈，这半年更是对我照料有加。算了，反正我早已是万毒之体了。且看下有什么阴谋啊！头晕呢。暂时委屈真人了，待事后妾身再与真人赔礼道歉。出来吧。哈哈哈，夫人，你可是给魏父一个好大的惊喜。修真之人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我拿下了？夫人，你如此能干，不如现在让魏夫好好犒劳你一番。你还要不要地脸了？这还有人呢。一个将死之人罢了，这样我才更兴奋呀。畜生呀，如此人渣，为何还有脸活着？慎言呀，这可是北冥女帝的父亲。道友，你看北冥女帝也气得不轻呀。该死，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是自己的父亲？我还报个什么仇？我都想杀了你了。相公不急于一时呀，待你成仙后，快活日子不是多的是吗？哈哈哈，对对对，夫君还请满饮此杯，早日成仙呀。哈哈哈哈哈！晕，好晕，这酒不错，正是你给的软金散。冷风，我不会再让你害人了。瞬间，冷夫人一把银叉插入冷风体内。贱人，敢背叛我，给我去死！刘老六刚想阻止，却晚了一步。夫人，真人，雪儿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她的。
就这样，如此性情刚烈女子被禽兽丈夫所杀害。你该死呀！真人救我，这一切都是那个毒妇的阴谋呀！先生救救我，我把冷家所有家产都给先生。冷家家产，冷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错，正是你的六弟啊，我的好大哥。什么？刘老六？刘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知道大哥有多想你吗？你还记得大哥给你买的糖葫芦吗？呵呵，冷风，你如此嘴脸，真让人作呕。当年你欺我母亲，杀我父亲，夺我家产，我是历历在目呀。不过你放心，不会杀你，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你流血而死。此时刘老六的面目扭曲又狰狞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声音传来：爹，师傅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哼，刘老六，我死也不让你好。雪儿，快跑！你师傅他是坏人，他已经杀死了你的母亲，马上就要杀死爹爹了。你快跑，以后一定要为爹娘报仇。冷风，你居然敢利用你女儿，你真该死！你该死呀！给我死！就这样，一代人渣牲口终于魂归地狱了。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会如何？那心中只能满是伤痕。要是犯了不该犯的错呢？心中满是悔恨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北冥女帝凄然一笑，整个人像失魂了一样。原来一切都是谎言，父亲为报复刘老六的谎言，而那个父亲才是杀死母亲的罪魁祸首，才是这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。父亲，你害得我好苦，我就像傻瓜一样被你欺骗，一骗就是几千年。北冥女帝气急攻心，一口精血喷涌而出。纵使刘老六后来成为了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，但自始至终，他对北冥女帝这个徒弟都没有任何的亏欠。是啊，世间所有人都能骂幽冥魔帝，唯独北冥女帝没这个资格。瑶池女帝看着北冥女帝这崩溃的模样，不屑一笑。哼，也好，从此世间少了一位女帝，卑贱之女又有何资格和我并列女帝之位？哎，刘老六，当初你我相遇之时，你还如这时这般善良，但自从你知晓我是太阴神体后，便彻底暴露了你内心的黑暗与邪恶，不仅禁锢我，更是杀我父母，屠戮全村175口人。你可知，当时若你开口，莫说太阴神体，就连我的命都能给你，你终究辜负了我。可笑，实在是太可笑了。北冥女帝双眸失神地望着诛仙阵下的幽冥魔帝。为什么？师父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？只可惜此时幽冥魔帝已经变成一个活死人，已经无法回答他了。师父，回答我。北冥女帝竟然冲向大阵。既然你想陪他一起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诛仙大阵。随着北冥女帝向中心刘老六走去，境界竟然一步一步被大阵炼化，一步一降低，从地境到圣境、准圣、真皇、仙王。当走到幽冥魔帝身边时，竟然如同刘老六一般，成了一个凡人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我知道凭我一人力量救不了你，便让雪儿陪你走上这最后一程吧，好弥补这些年雪儿犯下的错。北冥女帝大人糊涂啊！北冥女帝，纵使幽冥魔帝曾经对您有过恩情，但那都是数千年前的事情了，做不得数呀。北冥女帝，幽冥魔帝恶贯满盈，早已经不是曾经的刘老六了，您大可不必再认他这个师傅了。从此世间少了一位大帝。但是对于这一切的声音，北冥女帝已经不在乎了，她只想陪师傅走过这最后一程。北冥女帝缓缓抬头看向昊天境，眼神中充满了落寞之色。若是能再见哥哥一面便无憾了，可惜再也没机会了。你能想象在临死之际还不能再见一次相爱的人，是多么痛苦和遗憾吗？可惜若是能再见哥哥一面便无憾了，但这是师父的回忆，我又怎能妄想遇到哥哥呢？刘老六神色伤感地看着受打击而晕倒昏睡中的冷若雪，他知道无论他怎么解释，冷若雪都不可能会相信他。雪儿，我本应该按照计划让你杀了我，结束这一切的仇恨，可是我答应过你母亲要好好照顾你，对不起，在你还没有自保之力之前，我还不能死。罢了，那我就背上骂名，让你仇恨一辈子吧。丁爱田有死
刘老六，你让我逃走是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回来报仇的。少爷，按照你的吩咐，没有阻拦，让雪儿小姐离开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福伯，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少爷，对不起，当年。福伯，不用自责，就连父亲都被冷风蒙骗了，更何况是你们。我走以后，把家产都变卖了，重金遣散仆人，剩下的就救济一下周边的穷苦百姓，算是了结了我儿时的一个心愿吧。少爷，我时日不多了，还有一件事必须去。就这样，刘老六一直默默的跟随保护冷若雪。师傅竟然一直在身后保护我，难道说哥哥就是师傅？北冥雨帝这个想法一冒出来，再也挥之不去。师傅，究竟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不要过来，你们不要过来！哟，小丫头性子还挺烈，不过这模样倒是长得真标致，一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。雪儿，不行，不能让雪儿知道是我，这样就应该不会认出我来了。人贩子，给我去死！冷若雪看着面前的蒙面人，一瞬间又想到了和师傅相遇的场面。可惜一切都变了。刘老六，我是要杀你报仇。师傅在上，请收我为徒。什么？莫非他已经认出我来了？师傅，请收我为徒，让我报血海深仇。原来如此，雪儿，我真的不想让你成为只会报仇的行尸走肉。不闹，我不会收你为徒的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就这样，冷若雪一直跟在蒙面人后面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1年时光，一路上刘老六都是游山玩水，冷若雪也在游玩中渐渐的恢复了一些孩子该有的心智。你还要学习修行吗？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也罢，这最后时光就把你实力增长起来。好，今日后我便教你修行。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我还有什么资格再做你师傅呢？以后叫我哥哥吧。哥哥，哥哥便是师傅，师傅便是哥哥。哥哥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为什么要让我现在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？北冥雨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靠在师傅身边，崩溃的大哭起来。刘老六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，拿命来！一刻钟前，雪儿，一晃3年已过，没想到你已经从小丫头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嘿嘿，哥哥，这是终于把我当女人看了吗？3年之间，刘老六不仅细心教导修行，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冷若雪的方方面面。殊不知，冷若雪早已对其情根深重。雪儿，如今你的修为已经超过了我，进入筑基境，我没什么能教给你的，下山去吧。哥哥，你这是要赶我走吗？雪儿，我多想能和你一直这样下去，可是我大限将至，无法继续陪你下去。雪儿，难道你忘了你的血海深仇了吗？哥哥，我怎么敢忘记？又怎么能忘记？我恨不得日日食鸡肉，嚼脊骨，仇我一定会报的。不过，哥哥，我不想和你分开，等我报完仇，我们继续游山玩水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哥哥，等我报完仇回来，你能取下面具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吗？不管哥哥长什么样，我都喜欢。雪儿，若你知道面具之下的人正是你的仇人时，又该如何感想？不过我永远不会让你知道真相的。好，等你回来。太好了，哥哥，我这就下山，你一定等我回来啊。冷若雪一想到能看到哥哥真面目后，便马不停蹄的去找刘老六报仇去了。我也要赶紧下山才行。我还不能死，我必须死在雪儿手里。刘老六，没想到刚刚下山，居然就见到你，真是老天有眼呀！姑娘何人？我与你无冤无仇。好个无冤无仇！今日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我姓冷，名若雪。什么？冷若雪？刘老六，你杀我父母，夺我家产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给我去死！雪儿，后面的路哥哥不能陪你。爹娘，孩儿给你报仇了。哥哥，等着我，我马上回去了。而当冷若雪再回到山上之时，却再也找不到面具哥哥了。哥哥，你去哪里了？别丢下我呀！哥哥，你在哪？为什么我这么笨？
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哥哥和师傅的关系呢？哥哥，是我害了你。哥哥当日之后，你又是怎么活下来的？刘老六，我恨你，更恨我自己。若不是我一时心软，又怎会引狼入室，害了我全村175口亲人呢？那是什么？是人吗？还活着吗？好一个俊逸如绣的美男子，可惜了，若是还活着，能当我相公该多好。看在你这么好看的份上，我回村叫人把你埋了吧。什么？采药女一脸惊讶的给受伤之人把脉，竟然还活着！嘿嘿，美男子遇见本姑娘是你命大，若把你救活了，你不以身相许，怎么能报答我的恩情呢？丫头，这个人来历不明，浑身又受了这么多的伤，带回家来怕是有些……爹，医者仁心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父亲，都怪我，若我听了你的话，便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。喝了草药后，应该会慢慢苏醒的。你说你我成亲后是要儿子还是女儿呢？还是一儿一女呢？全村人都给我滚出来，男左女右，不男不女站中间。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6个女帝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才消我心头之恨。所有人都给我滚出来，否则杀无赦！丫头，快躲起来，是山贼！什么？土匪？里面的人赶紧出来，否则大开杀戒了。娘亲，怎么办呀？没事，别怕。温雅贤母亲突然用2把锅灰涂在女儿和自己脸上，变成了2个小黑炭，这才赶出去。都抓过来了吗？回禀二当家，全都在这了。这个村子里有谁是大夫？大夫，莫非他们有人生病？若我治好，他们会不会放过全村百姓？温雅贤刚要起身，就被父亲按住。丫头，别去！我再问最后一遍，这个村子里谁是大夫？恐惧弥漫在每个村民的心头。尽管如此，但他们依然没有出卖采药女。看来是真的没有了。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慢着，我就是大夫。二当家瞧着黑不溜秋的温雅贤，一脸的不相信。罢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大哥受了伤，如果你能治好我大哥，我向你保证不会伤害这里任何一个人。但要是你治不好我大哥，我要你全村都给我大哥陪葬。好，我试下。只见此人面色铁青，嘴唇发黑，显然是中毒的症状。果然在瘦弱男人的肩部发现了2个小孔，看样子应该是被毒蛇给咬了。你大哥这是中了蛇毒，要知道是什么毒蛇，我才好配制解药。这便是咬伤我大哥的毒蛇。这是什么蛇？未曾见过呀。怎么样，我大哥有救吗？能拖延一刻便拖延一刻吧。有救是有救，只不过我需要一些罕见的药材才能配制出解药。这个你放心，不管你要什么药材，我都会派人去取来。我回屋查询药典，给你配制药方。好，你去吧。二当家小心！小心个屁！他父母和全村人都在我手里，怎么敢耍心机？采药女开始疯狂地翻阅医学典籍。没有，还是没有，这可怎么办？难道我村就躲不开这场劫难了吗？这是黑甲玄蛇。他居然醒过来了，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拜堂了？呸！什么时候了，还想这个？你认识这种毒蛇？是。那你可知道要怎么配制解药？看着黑漆漆少女焦急的模样，刘老六没有废话，直接就将解药的配方告诉了少女。你在这里乖乖躺着，我去熬药。没想到雪儿几见到帮我排除少许毒素，可惜终究毒入骨髓，只是再多活一阵子罢了。却不知雪儿如何了。师傅，我将你伤得那么深，你却还在挂念着我。师傅，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来，把药喝了。刚刚醒来的刘老六再一次昏迷过去。这，你喝完药再昏过去啊？这可是那帮山贼最珍贵的药材熬制的呀。温雅贤看了看刘老六俊美的面容，狠下心来。负心郎，便宜你了。你能想象吗？幽冥魔帝的初吻就这么被太阴女帝给抢走了。死旁白，你丫的说法呀！女神那可是我的女神呀！
初吻就这么被无耻之尤的幽冥魔帝给夺走了。对，幽冥魔帝这个畜生，他一定就是故意装晕的。不看不看，只要我不看，我女神的初吻就还在。一瞬间，太阴女帝的粉丝已经彻底疯狂起来，而另一边，北冥女帝冷若雪却气得浑身发抖。实在是太卑鄙无耻了！会要的方式千万，你非要采用这种不知羞耻的方法。太阴女帝，你分明就是贪图我师父美色，故意想占便宜。我都没有这样过呢。瑶池女帝冷漠地瞥了一眼太阴女帝，眼神中带着2分凉薄、3分讥笑以及4分不屑。呵呵，这种不知羞耻的乡野丫头，有何资格和我并称为7大女帝？刘老六，这是我一生的污点，如今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曝光，你真该死！在温雅贤用嘴用心照顾下，刘老六慢慢苏醒过来。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刘老六看着这个黑不溜秋的少女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这人怎么救你还有错了？要不是看你长得俊俏，我才不会这么费心费力的救你呢。对不起，是我胡言乱语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你是哪的人呀？叫什么名字？是否婚配呢？我在说些什么呀？真是羞死人了。我叫刘老六，孤身一人而已。对了，你也是医者吗？怎么会知道黑甲玄蛇的解药配方？医者，算是吧。如果是药童子也算的话，要不你以后就当我师傅吧。师傅。刘老六顿时愣住了，脑海里不自觉地想起了冷若雪的模样。雪儿，你还好吗？师傅，我将你伤得那么深，你却还在挂念着我。一念至此，北冥女帝又开始泣不成声，看着哭泣的冷若雪，太阴女帝眉毛竖立。刘老六，原以为你当初收我为徒是出自真心，没想到竟然是将我当成冷若雪的替身，你终究辜负了我的一片真心。我不会收徒的。关大夫，大当家醒了，想要见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再休息一下吧，敢拒绝我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。大哥，这就是救你的那位姑娘。啧，这身段盘正条顺，这脸蛋我去。大当家看到温雅贤脸上满满的锅灰时，顿感不爽。快打盆水来，为姑娘洗脸。不好，这下要露馅了。洗，快洗。这可怎么办？既然你自己不动手，小的们帮姑娘一下。一瞬间，众山贼竟然全部看呆了。没想到这破山村居然有如此惊艳的美女，这蛇毒中的真的太值了。姑娘，为报姑娘的救命之恩，在下愿带姑娘回山寨当压寨夫人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不如何，痴心妄想。为报姑娘的救命之恩，在下愿带姑娘回山寨当压寨夫人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不，我不同意。温父快速挡到温雅贤的面前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当温父看到山贼凶煞的眼神后，气势又软了下来。大当家，我这丫头粗鄙愚笨，怕是配不上大当家这般的英雄人物。岳父大人说的哪里话？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在下以身相许，自是理所应当。兄弟们说是不是？以身相许，以身相许，以身相许。怎么？莫非岳父大人看不上小婿？我大当家的，我家这姑娘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但也是身家清白的黄花大闺女。若是大当家的真的对我家姑娘有意，7日后便是一个黄道吉日，届时大当家用8抬大轿迎娶我家姑娘过门，也免了让外人说闲话，说大当家不知礼数。瞧瞧，还是岳母大人通情达理，是小婿考虑不周了。如此便按岳母大人所言，7日后小婿定用8抬大轿迎娶娘子入门。老二，留下一队人保护你未来大嫂的安全，我们走。娘子，你怎么真的答应让咱们丫头嫁给那个山人？温雅贤的母亲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。丫头，怪娘自作主张嘛。娘亲，我知道你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丫头，娘知道一条隐蔽的小路，能让你悄悄逃出村去。什么？娘亲原来用缓兵之计让我逃走吗？只是娘亲，我若逃走，山贼怎会放过你们和村里人呢？傻孩子，娘希望你能为自己而活。若是这次没有你挺身而出救了那大当家，恐怕全村的人早已经被这群山贼杀了。丫头，
你要记住，你不欠任何人。娘，乡亲们从小对我都很好，如果我弃他们于不顾，那和畜生又有什么分别？温母久久没有言语，只是一脸心疼的看着自己这个善良的女儿。只是苦了你了，我的孩子。娘亲，我去忙了。六哥，你接着跟我讲讲那些药理知识吧。如果你不想嫁给那个大当家，我可以带你离开。谢谢，不过我并不打算离开。看着眼前的温雅贤是那么善良，那么坚强，刘老六内心一颤，一种别样的情愫在发酵。7天之后，这7天里，温雅贤每天都来刘老六这里学习知识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。而刘老六也越发的发现这个女孩的善良质朴。温雅贤的父亲正躲在里面掩面哭泣，他恨自己，恨自己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。刘老六，你来柴房干什么？忘恩负义之辈，这几天吃得好，睡得香，一点也不担心雅贤。就这样，雅贤还喜欢他？喜欢他什么？忘恩负义吗？伯父，我想借柴刀一用。给你，有个屁用！难道你这病秧子还能用柴刀砍了那些山贼不成？钝是钝了点，不过磨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哈哈哈，娘子，为父来接你了。什么？娘子，走吧，跟为父上山逍遥去吧。娘亲，爹，我走了。看着眼前的女儿，温父再也容忍不了自己的懦弱。狗贼，我不会让你们带走我女儿的。动我可以，动我女儿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对，我们不会让你带走雅贤的。一瞬间，一个又一个乡亲们手持农具赶来。老张、老李，你们，老温，雅贤不仅仅是你女儿，更是全村的女儿。今日我等若不站来，他日祸临己身，又如何自处？老张，就你屁话多，跟这帮土匪拼了多少日子？一群蠢货，不自量力，给我！大当家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磨了一下刀，确实快多了。修行者呀，这里有修行者，快！众村民全部后撤，看着刘老六如同怪物一般。看来我也该离开了。刘老六再一次晕了过去。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6个女帝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刘老六，太阴神体对你而言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重要到你我师徒情谊也不顾的份上？雅贤，怎么样了？刘老六怎么突然晕倒了呢？我一直以为6哥先前是因为外伤导致昏迷，如今仔细检查才发现6哥身中几千种毒素，每一种都不弱于黑色玄蛇，真是难以想象他是怎么坚持活下来的。看着刘老六苍白的面容，温雅贤眸中浮现出一丝心疼。不好，我这傻女儿恐怕对老六已经有了怜爱之心。傻姑娘，当你动心的那一刻，就是彻底沦陷的开始。黑，怎么这么黑？难道莫非？看来是自己强行运气击杀山贼，导致毒素迸发，眼睛这才被毒瞎的。很快，刘老六便淡定的接收了现实。我本是将死之人，眼睛而已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醒了，6哥，你放心，我会治好你的。听着温雅贤的声音，刘老六知道是时候离开了。雅贤，对不起，如今我这情况，不是能给你幸福的那个人，我该走了。好，你走，你要走就走好了。这是干什么？老六是老哥的不是了，不会还在怪我在柴房说的气话吧？话音未落，刘老六便跌倒在面前。这碰瓷是不是？老婆女儿，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可没碰她。你们都出去，我和老六说2句话。老婆，真不是我推的呀。滚。好嘞。娘亲，你丫头，你若想让他留下，你就出去。温母扶起跌倒的刘老六，端详半刻，说道：“刘老六，你觉得我家姑娘怎么样？”如今我这身体又有何资格去喜欢别人？伯母，有些事情注定是没有结果的。温母叹了一口气：“伯母看得出来，你是个好人，只怕我那傻姑娘恐怕已经对你情根深重了。你别怪伯母自私，我只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个平凡的一生就够了。”我明白。你以后就安心的住在这里，只是伯母希望你能让雅贤断了对你的想法。既然如此，伯母不如这样，再这样。1刻钟后，
雅贤，你进来吧。还走吗？以我现在的样子，估计哪里也去不了。知道就好。温姑娘正要开心之时，却听温母再次说道：“女儿，听说你前些日子说跟先生学习医术，不如今日便正式拜师，如何？”什么拜师？我原来拜师只是想多亲近一下六哥，但母亲所言乃正是师徒，这不是要断了我对六哥的非分之想吗？这也是你的意思？温姑娘，你若愿意，今日你我便师徒相承；若不愿意，我与温姑娘非亲非故，又有何面目赖着不走？温雅贤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刘老六，赌气道：“好，那我就拜你为师。”原来太阴女帝拜幽冥魔帝为师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。真是看不出来，幽冥魔帝也有铁汉柔情的。刘老六，你竟然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？为什么？难道说太阴神体对你就那么重用吗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只要你开口，莫说太阴神体，连命都可以给你啊！哼，师父居然对她有过一丝情感，她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我才不相信师父会做出你说的那些事，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你凭空捏造的。我凭空捏造？难道那全村175口人都是自杀的吗？吵什么吵？是真是假？看下去不就知道了。你可曾有过崩溃时刻？不行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点作用也没有？为什么我这么无能？这已经不知道是温雅贤多少次的实验了。每当觉得能治好刘老六时，最终得到的都是残酷的打击。听着温雅贤崩溃的声音，刘老六心中充满了心疼。雅贤，雅贤，对不起，我只能把感情藏在心中，这样当我离开时，你才不会更痛苦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一定能治好师傅的。雅贤，不要再白费功夫了，我的身体我了解，更何况你的医术是我传授的，又能比我高明到哪里去？师傅，为什么我会这么没用？雅贤，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或可以试。什么方法？修行。修行？不错，成为和我一样的修行者。我身体之毒本就不是凡间之毒，若是修炼有成，则挥手可去。听到这话，温雅贤双眸一亮。挥手可去吗？只是修仙之路多坎坷，其中艰辛恐怕非你所能承受的。温雅贤目光灼灼地盯着刘老六。师傅，为了你，我说修仙艰辛，就是刀山火海，我也去的。即使双目失明的刘老六都能感觉到温雅贤炙热的目光。此时刘老六心如刀割，如剑绞。雅贤，别怪我骗了你，至少这样我走后，你还能有一些自保之力。师傅，你放心吧，不管有多少困难，我都会治好你的。太阴女帝看着昊天镜中的自己，一时间百感交集。从前的自己，可曾会想到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，换来的却是全村人被杀，自己如同牲畜一般被囚禁在刘老六身边。刘老六，如果当时我不那么坚定的救你，而是陪你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，该多好！至少这样，你还是我心中最美的样子。太阴女帝叹息了一声，可惜没有如果。就这样，刘老六开始教导温雅贤修行起来。你去屋里，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炼体液。师傅，你不和我一起吗？炼体液需要脱去衣服才能完全吸收。我虽双目失明，但毕竟男女有别。温雅贤竟然有淡淡的失落感。好吧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师傅，你快进来看，我的身体在散发着一股幽蓝色的光。啥情况？幽蓝色的光？没听说炼体会发光呀。刘老六刚想进去，猛然止步。不会是温雅贤故意想骗我进去的？要知道炼体时可是不穿衣服的呀。啊！师傅救我！师傅赶紧救我！此时刘老六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直接破门而入。谁料刚一进屋，一个纤细的身子就扑了上来，软香入怀。刘老六顿时有些不知所措。师傅，我好害怕呀！不要脸，太不要脸了！当年师傅为我炼体时，我怎么没想到还能这么办呢？众位看官，你能想象美女在怀是什么感觉吗？唐白，你丫的闭嘴！我现在只想打死刘老六。道友加我一个。该死的幽冥魔帝不但抢夺太阴女帝初吻，更是不要碧莲的痴女帝豆。真是羞死人了！
还好当时觉醒了太阴神体，身体被蓝色光芒所掩盖，这才没有在世人面前曝光出丑。刘老六，都是你的错。师傅，我好怕呀！温雅贤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，而此时刘老六却沉浸在蓝光包围中不能自拔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感到身体莫名的舒服，眼睛也有了一种清凉滋润的感觉。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听到父亲的声音，温雅贤再不迟疑，一瞬间就穿上了衣服。当温父看到衣冠不整的温雅贤时，脑瓜子嗡嗡的。老六兄弟，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亲兄弟一样看待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伯父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还敢说不是我想的那样？昨天一起喝酒，你叫我大哥，今天就直接改成伯父了。我拿你当兄弟，你却想当我女婿，你还是人吗？一时间，刘老六竟然百口莫辩。好了，老六到底怎么回事？伯母，雅贤正在炼体时居然全身冒蓝光，我怕他有危险才闯进来的。老六兄弟，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我丫头怎么可能会全身冒幽蓝的光？却只见温母神情大变，给我闭嘴！丫头，和你爹出去，我有几句话和你师傅单独聊下。又单独说，上次单独说完情郎变师傅，这次还来。就是有什么话非要单独说。滚！好嘞，丫头走，爹带你买好吃的去。温雅贤无奈只好和温父一同离开了房间。伯母，你是不是知道雅贤为什么会有此意向？温母长叹一声说道：实不相瞒，我年幼时确实曾看过家族中相关记载的典籍。据记载，我家族曾有位天才觉醒太阴神体。太阴之气不但强化自身，更是件罕见的疗伤和提升修为之物。也因此，这位先祖不但自身到达圣人境界，更是依靠太阴之气，帮家族培养一个又一个强者，镇压一个时代。伯母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为何你如此忧虑？唉，万事有因必有果，只因为那位先祖一生过得太顺风顺水，没有经受过挫折，一次与另一位天骄比试时落败，心态骤变，为了再次强大，不惜堕入魔道。而曾经受过太阴之气帮助过的族人也纷纷入魔，从此太阴神体变成了太阴魔体。凡是觉醒太阴魔体之人，受先祖影响，都变成了暴力没有人性的杀戮机器。你是说？不错，雅贤觉醒的正是太阴魔体。什么？太阴女帝觉醒的居然不是太阴神体，而是太阴魔体。太阴神体竟然能魔化成太阴魔体，诸位道友可有谁曾听闻这件事情？我曾在古书看过，万年前太阴神体堕入魔道，为火苍生，修仙界组建除魔卫道的联盟，这才一举击杀太阴魔帝。难道幽冥魔帝抢走太阴魔体，受魔体侵入，才堕入魔道？有可能呀，你看至今刘老六都是一路行善，无缘无故又怎么会性格大变呢？可刘老六明知道是太阴魔体，为何又要去抢？难不成又有隐情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觉醒的是太阴神体，怎么会是太阴魔体？若是太阴魔体，刘老六又为何囚禁我？定是母亲记错了，没错，一定是母亲记错了。哼，我就说一定有隐情吧。太阴女帝，你就等着打脸吧。你能想象这个男人背负了什么吗？为了一句承诺，不仅被心爱的徒儿误会，更是背上万古骂名。刘老六，我觉醒的必然是太阴神体，肯定是你利用大神通篡改记忆，蒙骗众人。哼，靠天境乃上古至宝，岂能有假？怎么这么快就不敢面对现实了？不往后继续看看，也许还有更精彩的东西在等着你。这天火女帝到底是何意思？从一出现就对我有敌意，看就看。师傅，为什么不准我继续修行了？不准便是不准。若我不能修行，怎么能治好你呢？看来雅贤执念太深，需要找个理由哄骗过去才好。你体质乃是罕见的修行必死之体质，一旦修行，莫说治疗我，自己先爆体而亡了。听到刘老六的话，温雅贤十分落寞。我爆体倒无所谓，只是就真的救不了师傅了吗？既然如此，师傅，那我就好好陪你走完这最后时光吧。第二天，温雅贤照常上山采药，忽然一只受伤的兔子出现在眼前。你受伤了，好可怜呀！别怕，姐姐帮你包扎伤口，
话音未落，手里居然冒出幽蓝色光芒，兔子伤口竟然奇迹般的愈合了。什么？这光芒莫非还有治疗作用？是不是意味着师傅也有救了？啊，头好晕！一瞬间，温雅贤竟然昏迷过去。一刻钟后，我怎么晕倒了？难道是我修为不够，使用能力所致？如此说来，我要快速修炼，提升修为了。师傅，等着我，我马上就能治好你了。就这样，一连几天，温雅贤都在偷偷摸摸修炼，直到炼气大圆满。这回应该可以治疗师傅了。师傅等着我。师傅，你看。看什么？你这么盯着我干嘛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师傅，你能看见了呀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我的眼睛居然好了？难道是雅贤？你是不是偷偷修炼了？师傅，我知道你在担心我，但是我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种修炼就死的体质，好吧？你看我现在不是还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吗？看着眼前安然无恙的温雅贤，刘老六也不禁怀疑起来。难道温雅贤不是太阴魔体，而是真正的太阴神体？看吧，我根本就不是太阴魔体。北冥女帝，你还有啥话说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难道师傅真的剑宝起义，不但抢夺神体，更是屠杀全村175口无辜百姓吗？太阴女帝高兴的有点早了，不如继续看下去呢。这天火什么意思？莫非他知道当年真相？看就看，怕你不成？雅贤，师傅准你修行，但是若有异常，需要立刻告诉我。嘿嘿，好的，师傅。不知为何，刘老六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7日之后。咦，雅贤，你身上的血是？哦，今日采药时救了一只受伤的小鹿，应该那时候沾上的。雅贤前天遇到兔子，昨日遇到松鼠，今日又遇到受伤的小鹿，不对，有问题。你经常能碰到受伤的动物吗？啊，我不记得了。看着眼前迷茫的温雅贤，刘老六大感不好，决定前往山上谈个究竟。刚一进山，就闻到浓郁的血腥味。再往前走去，刘老六瞬间惊住了。只见一大坑里到处都是动物的残肢，断臂，血腥又残忍。这不好，我低估太阴魔体了。定然是太阴魔体让温雅贤产生幻觉，在雅贤看来这是救动物，实际上却在虐杀动物。可是为何单单治疗好我的眼睛？莫非太阴魔体又自主意识，知道温雅贤不是我对手，只能先用弱小动物引诱温雅贤入魔。坏了，我离开村子，村子再无一人是雅贤对手了。然而一切还是晚了，村子里到处都是村民的尸体。老张、老李，不好！伯父。只见温父的眼神充满了不敢置信之色，那不是对死亡的恐惧，而是不解，难以相信。老六，伯母，是雅贤吗？对不起，如果我不叫他修行，也就不会发生这一切。不怪你，我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。太阴魔体的魔性会操控着宿主，杀死身边最重要的人，让宿主彻底崩溃，堕入魔道。最终彻底被魔性所驱使。老六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伯母，你说，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。不要让雅贤知道这一切，求你，不要告诉他真相。看着慢慢失去生命的温母，刘老六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悲伤和愤怒。为什么总是这样？这个男人有多傻？为了一句承诺，不惜毁劫自污，遗臭万年。伯母，你安心吧。雅贤，拼了我的命，我也要把你给救回来。魔头又如何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屠戮全村的凶手竟然是我自己。哈哈哈，可笑呀，可笑！太阴女帝知道真相的滋味如何？有没有痛不欲生？解气，太解气了！我的师傅，我还不了解吗？我师傅能是那种灭绝人性的人吗？凶手是我，我是凶手，我还有何面目存活下去？娘，雅贤下来陪你们了。元神，什么？太阴女帝竟然要自杀？定神术，烟火，你什么意思？太阴女帝，别急啊，这才哪到哪，
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呢。天火，你到底知道多少事？哼，想知道真相就看下去吧。刘老六，太阴女帝低头看向被诛仙大阵炼化的刘老六，师傅，到底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干了，幽冥魔帝竟然又是被冤枉了，第几次了？这是第几次了？拜托，我们是来看幽冥魔帝恶贯满盈，罪孽深重的一生的，怎么尽是些舍己为人、舍生忘死、不求回报的犯？或许幽冥魔帝刘老六就是在这个时机发生转变堕入魔道。道友，难道你的意思是太阴魔体所蕴含的魔性转嫁到了刘老六的身上？我看也是，若非如此，一直心地善良、宽容仁厚的刘老六，如何会突然间性情大变，堕入魔道？有道理，继续看看。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被绑起来了？看着刘老六冷漠的眼神，温雅贤突然感觉心里有点慌了。爹娘，你们在哪？不用喊了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死了？师傅，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。玩笑？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究竟是不是在开玩笑。刘老六直接把温父温母扔在温雅贤面前。你干了什么？你到底对我父母做了什么？这还不明显吗？我亲手杀了他们。什么？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他们黄泉路上不寂寞。老张、老李，全村175口人，我已经全部送上黄泉路了。一瞬间，温雅贤竟然一口精血喷出。看着温雅贤如此模样，刘老六心如刀割，痛不欲生。对不起，雅贤，你就恨我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先前确实是我看走了眼，你觉醒的确实是太阴神体。太阴神体所蕴含太阴之力，乃是世间最好的疗伤和提升修为之物。有了你的太阴神体，不但我体内毒素能彻底去除干净，更能使我修为大增，即使成佛成祖，也不再是奢望。雅贤，这也不是你一直希望看到的吗？刘老六，即便是你要我的命，我都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你。难道我一直以来对你的心意，你都不明白吗？为什么还要杀人呀？太阴神体太过珍贵，一旦消息泄露出去，将不会是我一个小小的筑基期可以拥有，所以我必须要赶尽杀绝，以防万一。你不是喜欢我吗？那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和我待在一起了。看着面前的魔头，刘老六长呼了一口气，终于把魔性给逼出来了。这个看来就是温雅贤的先祖了。魔头，给我离开雅贤身体！结，一个小小的筑基期，竟也妄图威胁本座。作为本座的后代，能成为本座的肉身，是他莫大的荣耀。你不是想复活吗？那就来占据我的身体。呸！就你一具苟延残喘的身躯，也配做本座的肉身？因为你别无选择。如果你继续留在雅贤的身体里，我会永远囚禁他，让他永远也无法修行。囚禁？你都马上要挂了，你能囚禁他到什么时候？莫非你忘记了，你的太阴之力可是最好的疗伤之物呀？太阴之力只能主动给予，硬抢的话会令宿主将痛不欲生。你舍得吗？舍得对心爱的女人下手吗？只要能救雅贤，哪怕让雅贤恨一辈子又何妨？你可以试试。我等你。醒了吗？醒了的话，就赶紧用太阴之力给我疗伤吧。刘老六，你死了这份心吧。好，既然你不给，那我就自己取。一瞬间，温雅贤竟然又曾晕过去。小子，你来真的？不然呢？哼，我就看你能狠心几次。望着昏倒的温雅贤，刘老六快步跑到后山，再也压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悲伤，大哭起来。你能想象这个人有多苦吗？为了一句承诺，宁愿背负一切罪孽和谩骂。师傅，原来当年的你是那么痛苦。都怪你！师傅若不是救你，怎会和魔头做交易，更不会变成幽冥魔帝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错。哎，可敬可叹呀！敬的是刘老六为爱大牺牲，以身饲魔；看的是这样至善的人，竟然变成了恶贯满盈的幽冥魔帝。哎，造化弄人呀！哼，都是刘老六你自己选的，怨不得别人。1刻钟前，小子，你就忍心看着你心爱的女人每日都受抽筋夺损之痛？魔头，我说过离开他的身体，否则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复活。小子，
本座与你做一个交易如何？不做。你丫的倒是听一下呀，万一要成了呢？嘿，除非你离开雅贤身体，否则什么也不谈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锁我到几时。看着眼前在昏睡中都皱着眉头的温雅贤，刘老六既心疼又自责。雅贤，很快我就会把他赶出你的身体。7天之后，这期间里，温雅贤每天都被抽取太阴之力，而温雅贤对刘老六的恨意也越发的强烈。刘老六，你不仅杀我父母，屠我全村，更是如牲畜般囚禁于我。有朝一日，我必对你挫骨扬灰。小子，你好狠的心！7日，整整7日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人受折磨。什么？身体毒素竟然全部消失了？看着刘老六身体的康复，隐藏在温雅贤身体的魔头也开始慌了。小子，怎么？你同意了？哼，你给本座等着，等本座进入了你的身体，看本座怎么折磨你。随便你。移魂大法。一瞬间，魔头就转移到刘老六身上，再看刘老六双眸变得血红。小子，既然你不让我得到这具肉身，我就用你的双手亲自毁了它。你敢？就这样，二人在脑海中大战800回合。小子，你给本座等着，待本座恢复元气，定叫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能。这魔性残魂虽实力不高，但终究是隐患。雅贤，对不起，如果可以，我多想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永远照顾你，保护你。只是我现在必须想办法除掉残魂，否则时日一长，这世间便多了一个大魔头。雅贤，我不怕死，只是这世间百姓本就疾苦，我又怎能火上浇油？是时候告别了。魔头离开了吗？好机会！就这样，温雅贤慢慢的移动到门外，挣开锁链。刘老六，我回来之日，就是你命损之时。看着温雅贤离开的方向，刘老六的心里好像一下子就空了。看着昊天镜中的画面，太阴女帝没有先前的激动与癫狂。这太阴女帝好绝情呀！刘老六为她付出这么多，她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是呢，北冥女帝知道真相后，甘愿自废修为，也要陪刘老六去死。哎，最冷帝王心，果然成大帝者就没有心慈手软之辈。太阴女帝，你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，师父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连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。我看你就是一个蛇蝎心肠、表里不一的女人。闭嘴！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呵呵，你当老娘怕你不成？有本事你来啊！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那就别怪我太阴找。什么？太阴竟然真的出手了？难道北冥女帝就要陨落了吗？大胆，竟敢在我眼皮底下装模作样！我看你是在找死！你们二位的演技还真是精湛呀！什么？被发现了？退而求其次吧。命运之握，一瞬间，北冥女帝和太阴女帝双双消失。好家伙，感情刚刚是太阴女帝和北冥女帝唱了一出双簧，只可惜他们的计划还是被瑶池女帝察觉了。太阴女帝只能将北冥女帝先行救走。果然，成帝者没一个简单人物。哼，只要不救刘老六，别人我才懒得管。千里之外，看来你也没那么笨。废话少说，若非为了师父，我也不会和你合作。彼此彼此，我先帮你恢复实力，再伺机营救师父。就这样，太阴女帝一边帮北冥女帝疗伤，一边观看昊天镜中的回忆。这魔头为引我入魔，日日蛊惑，让我屠戮无辜，看来需要寻一孤山隐居才是。就这样，刘老六在孤山中过上了隐居生活。这一天，一股绚烂的神光从山间喷涌而出。小子，这可是大机缘，这起码也是一位圣人的传承遗迹。机缘与我何干？你就不想变强吗？不想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只要我修为提高了，你的力量会成倍的增加，到时候就直接夺舍于我。小子，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？不做。你他丫的倒是听我说完再做决定。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你究竟想怎样？大哥大爷祖宗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好了，你就别闹腾。
什么？这是还活着吗？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正被自己的5个女帝徒弟设下诛仙大阵炼化。魔头，当年父皇待你如亲生，你却觊觎国宝天火，不但杀我父亲，更是引发天火毁灭半个国土。刘老六，你确实该死，不过你只能死在我手里。什么？这还活着吗？看这伤势，定是争夺圣人遗迹失败，坠入此地的。哎，何苦呢？看着昊天镜中的红衣少女太阴女帝，目光一睁，她不是天火女帝吗？原来如此。当年我逃离师父后，偶遇圣人遗迹，参与机缘争夺大战。看来当年和我一起走到最后，争夺圣人传承的便是天火。当年他在争夺中落败，被传承遗迹震出，应该便是这时候遇见了师父。难怪刚刚一直对我存有敌意了。这啥情况？怎么天火女帝也和刘老六有关系啊？北冥女帝和太阴女帝已经倒戈了，不会又出现啥私情？呸，隐情吧！放肆！尔等竟然妄议天火女帝，我看你们是在找死！什么准帝天火王？小声一点，不提天火王是准帝境界，单单他的100万火煞军就非你我所能敌啊！刘老六，当年我待你亲如兄弟，可你却害死我的父皇，让天火国险些一朝覆灭。今日无人能救得了你，我要亲眼看着你神形俱灭。天火王抬头看下天火女帝，皇姐，希望你不要心慈手软。而此时的天火目光却一直锁定在昊天镜中的回忆画面。刘老六，当年我若不去圣人遗迹，该多好，这样就不会遇到你。刘老六，后来我若不强行带你回皇朝，该多好，这样你也不会觊觎国宝天火，从而引起那场灾难。刘老六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心中所挂念的那个人已经弃你而去了。刘老六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丢下你的，我会亲手终结你罪恶的一生，然后带着你的骨灰回到那间竹屋，回到我们曾经的那个家。此时天火女帝目光有喜悦，有愤怒，有懊悔，以及眼底最深处的爱恋。昊天境内，看着昏迷不醒的红衣少女，刘老六眉头微蹙，感到有些为难。这少女已经昏迷2天了，再不进食，莫说恢复伤势，恐怕都直接饿死了。算了，救人要紧，就不忌讳那么多了。刘老六无奈，只能用嘴肚给少女一些流食。我去，刘老六果然是不要碧莲呀！是呀，先前被动夺走太阴女帝初吻还有情可原，现如今居然主动夺走天火女帝的初吻，魔头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道友加我一个，也算上我。猪魔头，父女帝，都给我闭嘴！看着昊天镜中的画面，天火女帝竟然有些追忆，但马上又开始愤怒起来。没想到天火居然和魔头也有这层关系，他不会也叛变了吧？若是3人联手，我虽有昊天镜在手，但也是比较棘手的。瑶池女帝看向天火，直到看见天火咬牙切齿的表情后，这才稍微放下心来。哼，不要脸天火女帝，太阴女帝，你有啥资格说这话？你都欺负师傅了，好不好？只有我啥也没干，都怪自己。当年若是勇敢一点，哪有后面这些人的份？你能想象眼前的这个少女有多大胆吗？嘿嘿，我哥，给我进去！走！就这样，刘老六直接被打包带走了。1个月前，连续10来天，在刘老六用嘴用心照顾下，红衣女子终于醒来了。饿了吗？你等一下。这个帅哥蛮帅的，可惜只是个筑基小修士，完全配不上我呀！呸，想什么呢？罢了，待我回国后多给些银两和丹药，算是报答救命之恩了。来，赶快喝粥。火灵儿看着面前的蔬菜粥，一脸的嫌弃。什么呀，狗都不吃的东西，你居然给我堂堂的公主吃！公主？不错，我乃是火族皇朝公主火灵儿。那你要不吃，我端走了。大胆！我父皇乃火族之皇。好吧，我端走了。我有100万火灵军。我端走了。你还会说别的不？还吃吗？吃。这才对嘛，不吃东西，身体是不会恢复的。混蛋！待我恢复修为后，看我怎么折腾你的。看这少女服饰，
再看这脾气，恐怕他所言非虚。不过公主也好，平民也罢，都和我无关。让他养好伤后，就赶紧送他离开吧。念你救驾有功，待本公主恢复后，一定重重有赏。奖赏就不必了，别赖在我这里就行了。你这饭量，我可养不起啊！你居然嫌我吃的多，我吃你家饭是赏你面子。哼，本公主头一次被嫌弃吃的多，看我好了后，不诛你九族的。看着面前生气的火灵儿，刘老六莫名的笑了一下，嘿嘿，偶尔调戏一下傲娇公主也蛮不错的。怎么这么臭？废话，你都10来天没洗澡了，能不味吗？这怎么办？刚刚苏醒，现在没有力气啊！可要我再忍受这酸臭味，非要我命不可。总不能让旁边这家伙帮我吧？虽然很帅，可终究是男的呀。这可怎么办呀？一想到这里，火灵儿竟然委屈的哭泣起来。看着哭泣的火灵儿，刘老六莫名的心软了起来。好了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只见刘老六直接搬来浴桶，蒙上双眼，又拿出刷子来。这样总可以吧？什么刷子？你拿本公主当猪吗？就没有香皂浴巾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！只见刘老六直接把火灵儿扔进浴桶了，用刷子大力刷起来。1刻钟后，真是臭死了！你看看，水都成黑色的了。你这个混蛋，就不能说话委婉点吗？我可是公主呀！本公主忍了，待我回国后，看我怎么报复你！你是不是在想怎么恩将仇报？没有，你胡说！你的表情早已经出卖了你。这么明显吗？好了，好好休息吧，明天我帮你做鱼汤。我对你这么乱发脾气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在我眼里，你只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而已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是公主。公主的话，明天可就没鱼汤喝了。你好吧，我是孩子。哈哈哈。看着刘老六离去的身影，火灵儿突然羞涩起来。这个混蛋明明那么普通，可为什么现在感觉他有点与众不同呢？就这样，火灵儿在刘老六的帮助下，在孤山竹屋内生活起来。坏蛋，我是公主呀！我要诛你九族！你又气我，哼，不理你了，大坏蛋！日子就在这种热闹又温馨的气氛中悄悄溜走。你身体恢复差不多了，你该走了。六哥，你这是要赶我走吗？你离开这么长时间，想必你的父皇也会担心你啊。看着眼前的刘老六，火灵儿突然不舍起来。六哥，要不你跟我一起走吧。刘老六心动了一下，可突然想起身上的魔头，意识还在，又坚定了心思。我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，大都市就不去了。你，刘老六，我火灵儿想要的，就从来没有得不到的时候啊！六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哪呢？你就给我进去吧。嘿嘿，六哥，我带你回家。御剑术，飞！你敢想象堂堂幽冥魔帝，竟然直接被女人打包扛走了？御剑术，走你！这天火女帝真是生猛啊，真乃女中豪杰呀！是啊，直接拿个麻袋就给套走了，难怪有传言天火女帝圈养男主，这脾气说不养，谁信？大胆！居然敢编排我的皇姐，找死不成？天火王抬头看向天火女帝，王姐，你原来是这么把师傅带回去的呀？而此时的天火女帝却异常安静，深深的陷入了回忆而不能自拔。六哥，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开，现在会不会有了小孩？是女儿像你那样可爱，还是儿子像我这个无赖？王姐，你忘了杀父之仇了吗？天火女帝猛然惊醒，继而满眼杀意的看向诛仙大阵的刘老六。刘老六，你偷我国宝，杀我父皇，毁我国都，今日你必死无疑！无耻，无耻啊！天火女帝，明明是你强行掠走师傅的，现在反过来怪师傅，你好大的脸！的确，师傅本来只想过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，却被你强行带走。即使后来有错，也应该是你的责任。你还有何资格坐在皇位上？昊天敬礼。这是哪里？嘿嘿，六哥，我们已经在天火国境内，再有1日便能抵达皇城了。刘老六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静静。看着刘老六的表情，火灵儿也觉得这次有些过火了。也好，反正六哥跑不掉了，先让他冷静一下吧。
小子，这回知道了吧？弱小就只能任人摆布。来吧，和本座合为一体，征服天下吧！你脑子瓦特了？什么？我说你脑子烧坏了。好你个老六！既然说不通，那就直接夺舍吧。休息了几天，看把你给狂的！庶子，受死！一瞬间，魔头又和刘老六在脑海中大战800回合。看来魔头所言不虚，实力确实在慢慢恢复。下次他觉醒之日，恐怕便是我命损之时啊！啊，六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再不情愿，你也不能自残吧？你若不想走，我们便回去好了。六哥，你别再伤害自己了，好不好？看着火爆脾气的公主，此时竟然如此低微哀求，刘老六心里一阵暖流流过。灵儿，你误会了，我原来不想跟你来，是我体内有魔头作祟，怕伤及无辜。恰好刚刚魔头又苏醒了，我这伤是和他争斗造成的。什么？何方魔头居然敢害我六哥？给我滚出来！灵儿，此时魔头应该陷入沉睡状态了。哼，算他命大。六哥，如此说来，你更应该和我去国都了。这是为何？我火族皇朝有一国宝天火，不但能快速提高修为，更使天下魔族克星。任何邪祟魔物在天火照射下，必然灰飞烟灭。怎么样？这次跟不跟我去国都了？我还有第二个选择吗？不过，既然是你国至宝，怎能轻易给我一个外人使用？外人？什么外人？你明明是啊，我师父呀！师父？对呀，那时候你经常教我钓鱼，这还不算师父吗？而此时的刘老六却陷入了某种回忆中，也不知道若雪和雅贤怎么样了，是否安好？一念至此，刘老六竟叹了一口气。怎么了？当我师父你还不乐意吗？啊，没有，乐意至极。嘿嘿，这还差不多。走，跟我直奔皇朝。不到一日，火灵儿就拖着刘老六回到了皇朝。大人，竟然敢御空飞行，不知道皇朝之中禁止飞行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，竟敢拦本公主的路！会是闪开！算你们识趣。啊！一着急忘记六哥在身后了，岂不是说刚刚那样子都被六哥看见了吗？六哥，那个，其实我平时不是那个样子的，只不过着急想带你去皇宫，所以脾气才稍微坏了那么一点点。可以理解。你到底啥样子？那1个月我还没体会到吗？嘿嘿，那六哥，我们走。三公主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老身这些天茶饭不思，寝食难安，都快急死了。不会吧，郭嬷嬷，我看你怎么好像还长胖了？没了你这个小恶魔在身边，谁还不得高兴的多吃几碗饭？完了，这回又要挨折磨了。三公主，您就不要戏弄老身了。圣上这些天到处派人找您，既然您回来了，还是赶紧去面见一下圣上。也对，六哥，我先去找我父皇，你先在长乐宫等我。好。郭嬷嬷，留我好生伺候着，若有任何怠慢，我可饶不了你。这三公主，长乐宫乃是您的寝宫，他一个男子在这恐怕有所不妥。这有什么不妥的？六哥又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师父。就你这羞涩的表情，哪里是介绍师傅呀？行了，懒得跟你废话。六哥，我先去找我父皇，你就安心的待在我的长乐宫，如果累了，就直接在我的寝宫内休息。好。这驸马，阿布，师傅里面休息吧。而此时刘老六的内心也翻起了波涛骇浪，那1个月的时间独处，也是他为数不多能做自己的时候。无论是冷若雪还是温雅贤，都没有和火灵儿在一起放松快乐。哼，坏蛋师傅，不理你了。也罢，若真去除了魔头，是该为自己活一次了。只是自己修为低微，不知道火灵儿父皇是否同意。一时间，刘老六又叹了一口气。父皇，儿臣想死你了。灵儿，你这丫头哪里去了？这些天急死父皇了。父皇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些天是这样，还有这样。1刻钟后。如此说来，这些天都是刘老六在照顾你了。
所以才求父皇使用国宝天火驱除六哥体内魔头。你这一会六哥，一会师傅的，到底是？父皇，哈哈哈，看来灵儿长大了，也是时候找个心上人了。火皇笑着笑着又难受起来。哎，从此我的贴心小棉袄就是人家的了。也罢，我就见见这个刘老六，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不但我的宝贝女儿给迷住了，更是不惜让你求我动用国宝天火为其去除魔性。啊，没这个必要吧，父皇？怎么？难道他还不知道你喜欢他？火皇无奈的轻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自己这个一向飞扬跋扈、傲娇暴躁的女儿，竟然也有如此卑微的一面。行了，父皇心里有数，不会让你难看的。谢谢父皇，我这就去叫他。看见火灵儿走后，火皇一瞬间变得杀气腾腾。哼，希望此人不是为非作歹之徒，否则我不建议让他尝尝炼狱之苦。你能想象吗？眼前这个男人马上就要成为修仙界最大皇朝的赘婿。陛下，还叫陛下，该改口了。伯父，一刻钟前，拜见陛下。看着面前胡帅的刘老六，火皇内心也忍不住赞叹一声：果然仪表堂堂，很有我当年的几分风范啊！小友不必多礼，此次小女平安归来，还多亏小友的帮助。举手之劳罢了，无足挂齿。好，有功不自居，居功不自傲。听灵儿讲，小友身上有邪祟之物作祟，需借助我天火国至宝天火驱除，不知可有此事？回陛下，确有此事。天火乃是我天火国的至宝，非我皇族中人不能用的。啊，这也是如此国宝，又怎能轻易让我这个外人使用？父皇，我不管，我就要帮六哥。哎，真是有了情郎忘了爹。灵儿，不必如此为难陛下，生死各有天命。可以，这份淡然心性恐怕我都不及。看来我家灵儿找了个好夫君呀。一念至此，火皇也便不再继续为难下去。不过嘛，既然你救了我女儿一命，更是灵儿师傅，倒也不是不能破例一回。嘿嘿，父皇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你这丫头，白疼你了。如此就多谢陛下了。且慢，我还有条件呢。父皇，哎，确定白养了，现在再要一个还来得及不？陛下却不知是什么条件，只要不违反仁义道德，我定全力以赴。好小子，果然是老岳丈看女婿越看越耐看。灵儿，你先出去，我和老六单独说两句。啊，这情节怎么这么熟悉呢？这段我熟呀，嘿嘿，肯定是火皇设法拆散师傅和天火女帝，从此天火魔化引发天火，师傅为了不让天火女帝伤心，这才把罪名拦下来。对，肯定就是这样的。老六，我能看得出来灵儿对你是真心的，我就这一个女儿，身份修为地位我都可以不在乎，我只在乎我的女儿是否快乐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刘老六看着此刻火皇的表情，这哪里是一国之君，明明就是爱女情切的父亲呀！可怜天下父母心呀！陛下，我明白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这令牌给你，你可随意出入藏经阁，翻阅我皇室珍藏的所有典籍。稍后，我便亲自用天火帮你驱除体内魔性，洗净法髓。这，陛下，还叫我陛下，该改口了。伯父。看着昊天镜中的出现父皇的画面，天火女帝再次无法冷静，大哭起来。父皇，都是女儿错，父皇，是女儿害死了你呀！皇姐莫要自责呀，错的人不是你，而是凶手刘老六呀。对，刘老六，都是你的错。当年父皇不嫌你修为低微，不但帮你驱除魔性，更是利用国宝天火帮你洗净法髓，而你呢，却一步步迷失在追逐力量的深渊，图谋国宝，谋害父皇，更是烧毁国都，以至于一半国民无辜丧命。刘老六，我一定会亲手将你碎尸万段，以祭我父皇和皇城无辜受害的百姓。昊天镜回忆，这便是天火吗？老六，做好准备，过程或许有些疼，你稍微忍耐一下。疼痛比起自由来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伯父，可以开始了。天火驱魔，练。刘老六，你好狠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哼，鬼都做不成，烈焰燃。一瞬间，魔头意识竟然烟消云散，但火皇并没有停手，反而继续加大火焰。
父皇，你在做什么？灵儿，莫非你还担心父皇会伤害他不成？哎，我的贴心小棉袄漏风了。灵儿，你误会了，伯父现在是在用天火的力量帮我洗精打死。看着此时疲惫的火皇，这一刻刘老六再一次感受到了满满的父爱。伯父，你还好吗？无妨，老六，只要你能一直陪在灵儿的身边，保护她，爱护她，那便足够了。父皇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的任性，老惹你生气。看着面前眼泪婆娑的火灵儿，火皇十分欣慰。看来我的灵儿终于长大了。而一旁的刘老六在确定体内魔头意识被消灭后，也彻底激动起来。原来这就是自由的感觉吗？这就是极品资质的身体吗？爽爽爽！这一次我终于能为自己活一次了。刘老六，你这个伪君子，这次终于要露出真面目。你能想象当束缚一个人的枷锁突然被解开后会如何吗？原来这就是自由的感觉吗？什么？幽冥魔帝体内魔性竟然真的被驱除？如此说来，岂不是说刘老六后来成为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，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吗？我想不通，如此仁义之人，驱除心魔后，怎么会自己一步一步成为罪恶满盈的幽冥魔帝呢？你说会不会后面同样有隐情？道友有所不知，曾经的刘老六只不过是一直受到束缚，没有机会解放真实的本性罢了。如今突破自由，更是体会到天火带来的力量，难免会沉沦追求力量的深渊。哎，只是可惜这么好的火皇，费心费力帮助刘老六，换来的却是一场灾祸。而此时天火女帝的双眸中尽是懊恼与悔恨。六哥，当时我若觉察到你心性的变化，会不会就能阻止这一切？没有意义了，一切都没有意义了。刘老六，你这个伪君子，可算是要露出真面目了。我用昊天镜抽取你的记忆，除了要寻找我夫君的养魂瓶所在，便是让世人好好看看你究竟是怎样一个虚伪、卑鄙、无耻、恶贯满盈的大魔头。万万没想到，你前半生居然是心怀善念之人。好在一切都过去了。刘老六，现在就让世人好好欣赏一下你恶贯满盈的一生吧。昊天镜里，老六，如今你心魔已去，资质更是提升为极品资质，稍后可让灵儿陪你到藏经阁学一门功法。多谢伯父。皇兄，我听闻你动用了天火，是与不是？啊，此人是谁？竟然如此质问火皇？呵呵，我武王的消息真是灵通，这么快就知道朕动用天火之事。臣弟不过是凑巧路过罢了。不过皇兄，这天火可是我天火国的镇国之宝，怎能轻易给外人使用？哼，我武王你莫忘了，我是君，你是臣，我做事难道还要向你过问不成？你给我戒了。你皇兄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怕有宵小之辈对我天火国图谋不轨，更怕你识人不清，毁了天火国。你便是皇叔，几日不见又变帅了。哎呀，你这丫头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灵儿，先带刘老六出去，我和你皇叔有事商量。哦，皇叔，那我先走喽。灵儿，刚刚那是？那是我皇叔和武王，所有人都怕他，唯独我不怕。六哥，你放心，有我父皇在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武王，此人完全没有敬重火皇之意。观刚才情景，恐怕这皇宫也都被其布满眼线。算了，皇族之间的争斗，我一个外人也帮不上忙。况且我这修为也是有心无力，应该先把修为提上去，再伺机协助火皇。第二天，六哥，你可以和我修炼同一种功法，就这本。火神经，这是猛火属性的功法呀，我肯定不合适，我还是再看看吧。好吧，我还梦想我们以后可以成为雌雄双煞呢。咦，这是天道经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一瞬间，刘老六竟然连升2级，突破筑基巅峰。啊，六哥，你居然突破了！啊，灵儿过去多久了？只有小半个时辰呀。小半个时辰，为何我感觉度过了半个月之久呢？六哥，你看的哪本功法，怎么就突然突破修为了呢？灵儿就这本《天道经》。什么？那本破书？破书？不错，那本书不知道多少人修炼过，
却无一人能知其奥秘。若不是他的纸质比较特殊，历史比较久远，否则根本就无法存放于皇室藏经阁内。看来此书来历非凡呀。灵儿，我就选这本功法了，此书对我颇有缘法。快将这些经文都抄下来！幽冥魔帝强大的秘密定然就在这本天道经内。什么呀？还是看不懂呀？莫非此书只对刘老六有用？可恶，竟然连我也无法参悟这天道经的奥秘，这岂不是说我比不过刘老六吗？嘿，什么狗屁天道经，不参悟也罢。哼，我就知道师父不是凡夫俗子，定是天选之人。太阴女帝在见到北冥女帝这副兴奋的样子后，感到有些无奈，自己也为师父变得强大开心之时，又难免的担心起来。师父，你后来到底又经历了什么？那一桩桩恶行，一件件丑闻，又怎能都会有隐情？到底是这天道经在作怪，还是师父你真的迷失了自己？罢了，不管真相如何，师父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火灵儿，好久不见。什么蒙面女帝与天火女帝师就相识吗？到底是谁？这样呢？什么？龙笑笑？一刻钟前，老六，虽然这天道经的来历已无可探究，但其从天火国诞生之初便已存在，想来绝非凡品。如今你能参悟其中玄妙，这便说明你就是这天道经的命定之人。若是后续修炼过程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大可来找我，我必倾囊相授。听着火皇的谆谆教诲，这一刻刘老六又重新体会到亲人的感觉。多谢伯父。就这样，刘老六一连数日，不是在疯狂修炼中，就是在找火皇指导修炼中。而火皇也毫无保留地教导刘老六两人。此时虽无师徒之名，但刘老六在心中已然将火皇当作是自己的师父和亲人。刘老六，你真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，我父皇曾经对你有多么的好，而你又是怎么回报他的？哎，火皇对待刘老六实在是太好了。确实如此，若是在我修行之初时，也能有火皇这么一位前辈指导，说不定我能有更高的成就。若真如天火女帝所说，刘老六最后分将仇报害死火皇，那刘老六确实是罪该万死呀。昊天境内，一晃3年已过，刘老六自从修炼天道经修为突发猛进，已然是化龙境巅峰，只差一步便追平通天境巅峰的火皇。六哥，叫什么？师父。灵儿，你最近的修炼越发懒惰。知道了，师父。自从六哥修为超过我后，已经完全带入师父角色了。六哥，我是想将你招为驸马呀，这怎么就真成了师父了呢？3年来，火阳这个臭弟弟都比我受欢迎。师父，我的修为好像又突破了。阳儿真棒，接下来要再接再厉，争取再进一步。我一定会早日超过黄姐的。臭小子，自从你见到六哥后，六哥和你在一起的时间都比我多，看我非找个理由揍你不可。怎么一股冷意传来？灵儿，你多向阳儿学习，他修为马上都超过你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看着生气的火灵儿，刘老六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看来一味的抢逼并不是好的方法。罢了，好久没出去了，正好陪他们散散心。今天城里有庙会，你们想去逛逛吗？我要去。灵儿，你呢？哼，看在你这么希望本公主去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陪你们去逛一逛吧。哈哈，好，你们稍等，我去通知伯父一声。刘老六刚进房间，便观察到火皇此时气息紊乱。伯父，你怎么了？看着面前的刘老六，火皇颇为欣慰。此子如今不但修为晋升顶级强者，更难得的是心性还是如此善良。无妨，只不过是修炼时出了些岔子，不碍事的。老六，你今日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伯父，今日我想带灵儿和阳儿去散散心。很不错，一张一弛，方为文武之道。伯父，你若是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，您只管开口。你有这个心就行了，去吧，他们俩应该懂得。好。圣人境就这么难吗？师父，你快点！而此时的刘老六心中却始终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师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想起一些事情来。我阳了。
师傅，你看前面有人贩子。什么人贩子？刘老六看到此前情景，再次回忆起童年被拐的经历，真是该死呀！大胆，在皇城内竟敢公开贩卖人口，找死不成？看来倒不用我出手了。灵儿虽然脾气火爆，但心却至善。这位姑娘，你可不能瞎说，我可没贩卖人口。哼，证据就摆在我面前，你还敢狡辩？姑娘，你看，我卖的可不是人呀！什么龙族？看着昊天镜中的少女天火女帝，却莫名的愤怒起来。龙笑笑，当年若不是我救你，你早不知道被谁摆走折磨了。没想到你却恩将仇报，救走刘老六。你最好祈求别让我再遇见你，否则定将你抽筋剥皮，以消我心头之恨。火灵儿，好久不见。火灵儿，别来无恙。是你，龙笑笑，这怎么可能？当年人龙后裔的龙笑笑，怎么也成大帝了？更是肉身无敌的大帝。他此时出现是何目的？再次救走刘老六吗？不对，若是为救刘老六而来，当初又为何扮作黑面女帝，和我等一起联手设下诛仙大阵？龙笑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而此时的龙族女帝却直直的看向诛仙大阵的刘老六。刘老六，当日你违背了我们的誓言，和那臭妖精私奔，弃我而去时，可曾想到会有今天？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了你，而是亲口吃了你，我们一生一世再也不会分离了。什么？龙族女帝竟然也和幽冥魔帝有关系？不止呀，看此情景，只怕又是一段爱恨情仇呀。那还等啥？继续看呀！希望这次别有马赛克画面了。昊天境内，姑娘看到没？这可不是人呀！哼，这个妖族我要了。姑娘想要自然是可以，不过要按照规矩来，价高者。你跟我要钱？难道你还想抢我的？你猜对了。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三公主那混世魔王吗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本公主是混世魔王？什么公主？混世魔王？她怎么在此？不是说她早已沉迷于圈养男宠，日日颠鸾倒凤？混世啊不，三公主，小人有眼无珠，冒犯天威。此人本就是三公主的，稍后我将其梳洗打扮后，亲自送我公主府，你看如何？哼，倒有点眼力劲。不过人贩子也好，龙贩子也罢，你这种人渣，我见一个灭一个，烈焰炸！好了，没事了。只见龙族少女直接躲到刘老六身后，死死的抓住刘老六的手。喂，你搞清楚好不好？是我救的你啊！你扑过去找师傅干嘛？难道我给自己找了个情敌吗？好了，灵儿，先回宫吧。此事关系到人妖两族，我必须尽快通知伯父一声。看着还在抓住刘老六手的龙笑笑，火灵儿虽然生气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先回宫再说了。刘老六刚走到院口，就正好碰到从御书房内走出来的火舞王。刘老六眉头轻皱，火舞王一直野心勃勃，不断笼络世家和大臣，这些年超内声望早已不弱于火皇。此人此时来此所为何事？在下见过火舞王。看着面前的刘老六，火舞王难掩惊讶之色。刘老六，我自问眼光独到，却唯独对你看走了眼。看来皇兄当初不惜用天火帮你洗精罚水是对的，你确实是一个可造之才。多谢火舞王夸赞，老六愧不敢当。不知为何，火舞王却突然叹了一口气。刘老六，我知道皇兄极为器重你，我希望你能劝劝皇兄，别让皇兄铸下大错。火舞王说罢，便径直离去了。什么？铸下大错？看着离去的火舞王，刘老六困惑不已。罢了，还是先面见火皇吧。老六，你不是带着灵儿和杨儿去逛庙会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伯父是这样，再这样。就这样，刘老六把救龙族少女之事仔仔细细告知了火皇。老六，龙族强大且护的，如今那龙族少女如此依赖你，那便有劳你好生照看了。伯父放心，我定不辱使命。好了，如果没其他的事情，那你就先回去吧。好的，伯父。刘老六刚一离开，火皇脸色一白，气息又紊乱起来。圣人境，我不信就这么难，说不定要铤而走险了。你能想象，苦苦追寻的凶手竟然是最亲的人，
是什么感觉吗？不是真的，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你们都在骗我，六哥骗我，父皇骗我，如今就连昊天剑也要骗我了。一刻钟前，灵儿，你来照顾一下笑笑，我有些修为困惑，需要找伯父指导一下。看着躲在刘老六身后的龙笑笑，火灵儿气就不打一处来。1周了，整整1周了，你这个小妖精整整缠着六哥1周了呀，还照顾他，我不揍他就不错了。师傅，他都不找我啊，我怎么看呀？看着眼前少女害怕的模样，刘老六也觉得应该让她多见见人。笑笑，哥哥有事出去一会儿，你和姐姐玩好不好？龙族少女的眼神中虽然满是不舍，但还是乖乖的点了点头。灵儿，笑笑就交给你了。师傅你就放心吧。嘿嘿，笑笑，姐姐带你出宫玩呀。不要，那可容不得你了。奇怪，今日伯父怎么没在呢？皇兄，火舞王？什么？皇兄没在吗？不好，老六快跟我去密室。什么？别墨迹了，要不就晚了。然而刚走进密室，刘老六赫然发现火皇面容狰狞，头顶天火快速闪烁，像要爆炸一般。皇兄快住手！已经来不及了。一瞬间，天火快速膨胀。老六快走！皇兄。火皇看着已经没有了生息的火舞王，满脸悔恨。弟弟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哥哥，若是我以后继承了皇位，你可要好好辅佐我。哈哈，那要是我继承了皇位呢？哥哥，若是你以后继承了皇位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监督你，不让你犯错，让你做一个好皇帝。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皇兄，你可是利用天火强行提升境界，一旦出错就是加毁国王呀。火舞王弱国无外交，你不懂啊。纵使有一丝机会，我也要尝试。我不会让你乱来的。弟弟，从那天开始你就一直争权夺势，皇兄懂你，你只是想阻止我，不让我犯错。弟弟，终究是我错了。看到来人是刘老六时，火皇高兴之余又浮现无限懊悔，是不是对我很失望？刘老六一肚子的话，在看到此时懊悔的火皇后，却再也说不出口。老六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吗？为什么？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，羡慕你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颗超然物外的赤子之心。是人便会有欲望，虽然你的修炼非常刻苦，甚至到了疯魔的状态，但你却从来没有因此迷失自己的本心，而我却做不到你这般，或者说几乎没有人能做到你这般。我想这或许便是你能参悟天道经玄妙的原因吧。老六呀，我真想看着你一步步成长起来，只可惜我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。老六，伯父，你放心，灵儿和杨儿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的。真的吗？一定可以。多么希望能看到那一天。就这样，一位人君却抱着无尽的懊悔离开人世了。命运总是更喜欢搓磨可怜的人，最终还是刘老六一个人抗下了所有。是啊，害死火皇和过半百姓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火皇自己啊！正所谓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呀。却不知此时知道真相的天火女帝又该如何自处？此时的天火女帝双眸满是泪水，神情十分凄凉。父皇，值得吗？生人境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以至于生死道消也在所不惜。父皇，如果你知道你的一念之差，不仅害死了你和皇叔，更是害死了全城一半百姓，你还会这样做吗？可笑啊，可笑！原来自己贤德仁厚的父皇才是罪魁祸首，才是天火国的罪人，而我又有何面目存活在于世呢？罢了，就这样吧，我累了。陡然间，天火女帝竟然心怀死志，气息陡然下降。皇姐看着生无可恋的天火女帝，天火王着急万分，怎么办呀？对了，现在唯有师傅才能劝皇姐了。天火王刚想有所动作，就听耳边一声暴喝，原来是瑶池女帝一直提防他们姐俩。瑶池女帝看向已经心如死灰的天火女帝，不由得冷笑一声：道心如此不堪一击，凭什么配大帝之位？又凭什么能和我相提并论？万里之外，看吧，我说什么来了？我就知道师父不是那种人。
北冥女帝尽快恢复实力，我们要将火灵儿拉过来，这样救师傅的几率就更大了。好，虽然我很烦天火女帝，不过为了师傅，暂解同盟也未尝不可。就在天火女帝心怀死志之时，天火王声音传来：“王姐，你还有师傅呀？”师傅，六哥，对，我还有六哥，我还不能死。六哥，我马上来救你了。烈焰拳，找死！昊天掌，好机会，太阴女帝别管我，你先去帮忙。好。然而太阴女帝还没来得及出发，战场又发生变化。龙爪手，龙笑笑，从昊天镜中看到你依赖刘老六那一刻，我就提防你了。天火，龙笑笑，既然你们脸都不要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实话告诉你，我有昊天镜在手，便已然立于不败之地。龙笑笑，我攻击昊天镜，你帮我牵制住瑶池。龙笑笑，赶紧上呀！然而龙族女帝却冰冷的开口：“先前助你，仅为了报你当年的救命之恩，如今我们两不相欠。你这算哪门子报恩？你要么不帮，要帮就帮到底。现在帮到一半，戛然而止不帮了，哪是在报恩？这不是在坑我吗？”就在天火女帝愣神的一瞬间，昊天镜，给我镇压！太阴掌，太阴女帝，好，堂堂女帝居然背后偷袭，这一个个的脸都不要了吗？多谢了，先合力救出师傅。好。看到此时两位女帝已然联手，天火女帝眉毛轻皱。如今我虽有昊天镜在手，但是自保有余，想要镇压两位女帝，谈何容易？更何况旁边还有一个不明是敌是友的龙族女帝在旁，看来我也应该找找帮手了。一念至此，瑶池女帝看向旁边的两团云雾。你们还要看多久？还不快现身助我！哼，这个瑶池女帝果然狂妄，这种态度，那两位女帝肯帮忙才奇怪。我以天庭之主的名义，命令你们立即现身，助我镇压叛女。我说瑶池女帝，你是女帝，别人也是女帝，你又有何资格对别人发号施令？莫不是真当这天下是你瑶池的不成？就在瑶池女帝无奈之际，一个老者却站出来大声呵斥：“天火女帝，太阴女帝，你们身为人族女帝，莫要执迷不悟，继续再错下去。幽冥魔帝刘老六为祸苍生，罪恶深重，万死都无法赎起罪孽。诚然，幽冥魔帝曾经对你们有恩，但你们身为人族女帝，竟感情用事，将大义置于何处？将公道视为何物？让那些尊崇你们的世人如何自处？”此人是谁？居然敢硬刚两位女帝！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莫非难道他是正道盟的大儒？是了，也只有大儒才敢仗义直言呀。却是不知女帝该如何回应了。老子，看我不可！天火女帝你背后有天火王朝，不可肆意行事。老匹夫，若不是怕连累了天火子民，我非打你个桃花朵朵开！哈哈哈，果然世间还是明事理的人比较多。什么？这是龙族倾巢而出了吗？龙广协全体龙族拜见女帝大人，我全体龙族愿奉女帝大人为龙族之主。是你，女帝大人，您竟然还记得我？龙帝大人，当年幽冥魔帝勾结妖族圣龙，不仅打伤了您，更是令整个龙族损失惨重。如今龙帝回归，当着我龙族诛杀魔帝，朕我龙族诛杀魔帝。什么？数千年前的龙族和妖族的那场大战，始作俑者居然是刘老六，这瓜果然又大又甜呀！可惜瑶池女帝正操控昊天镜对敌呢，不能继续查看回应，令人好生失望呀。而此时的瑶池女帝却瞥了一眼龙族女帝，此人居然和刘老六有如此恩怨，若是能拉过来，就能2对2了。想要我帮你可以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刘老六的命必须由我亲自来取。呵呵，瑶池女帝莫不是忘记了她刚刚怎么对我的？这龙族女帝是个坑呀，我信不过啊！龙笑笑，当年你救走师傅后发生了什么？有没有可能也是误会了？你也看到了，先前我也与你一样，认定了六哥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是我错了。
六哥默默地背负了一切罪孽，我们都误会了他。我劝你莫要在了解事情真相前，做出让自己抱憾终生的事情。天火女帝，你莫要在这里蛊惑我龙族女帝。幽冥魔帝罪无可恕，十恶不赦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当年我龙族热情邀请刘老六做客，但他却恩将仇报，图谋我龙族精血与龙源，与妖族勾结，不但害死我龙族无数长老与强者，更是险些致使我龙族灭绝。误会，我龙族都险些灭绝了，你却告诉我是误会。天火女帝、太阴女帝，你听听，这幽冥魔帝罄竹难书呀，你们莫要再冥顽不灵了。老痞子，给我住口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再说我师父坏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什么你？气什么气？我看见了吧？对付这种满口仁义道德之人，就是一个字，对他。我原以为我不讲理，没想到他才是真的蛮横呀！眼见全场再无人说话，北冥女帝语气也柔了下来。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师父是一个恶贯满盈的魔头，我原先也和你们一样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无论你们说我冲动也好，不理智也好，我现在坚定的相信我的师父绝对没有作恶，所有一切的罪行一定另有隐情。我愿意用我的性命作为担保，如果我哥哥刘老六他真的堕入了魔道，我北冥女帝愿同他一起以死谢罪。我太阴女帝同样用性命担保，如果师父果真是魔头，我甘愿同师父一起赴死赎罪。我天火女帝和天火王一起用性命担保，六哥若是堕入魔道，我们姐弟愿意自裁以谢天下。我北冥女帝愿意用性命担保，如果我师父真的堕入了魔道，我北冥女帝，我太阴女帝，我天火姐弟愿意一死以谢天下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们死得心服口服。说罢，天火女帝便继续推动昊天镜，显现刘老六的记忆。刘老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天火会失控爆炸？陛下和火舞王又是怎么死的？刘老六低了看了看火皇的尸体，又看了看泪流满面的火阳。解释什么？又能怎么解释？我若说出真相，不说群臣们相不相信，只怕从此灵儿和阳儿便再也无缘皇位了。罢了，国父，我答应过你，就一定会做到。对不起，是我一念之差才酿成如此大祸，是我意图通过天火来突破瓶颈，却没想到天火彻底失控，害死了前来阻止的火皇和火舞。师父，你在骗我是不是？看着沉默不语的刘老六，火阳纵使再不愿相信，也知道这是事实了。为什么境界就那么重要吗？来人，立即将刘老六给我拿下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想要造反不成？三公主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刘老六图谋天火，不但害死了圣上和火舞王，更是令皇城无数百姓无辜受害，罪大恶极，必须凌迟处死。什么？你说父皇死了？皇姐，当火灵儿顺着火阳声音看到躺倒在地上的火皇后，一瞬间犹如晴天霹雳，呆傻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看到火灵儿如此模样，刘老六心如刀割一般，痛苦万分。对不起，灵儿。刘老六，你少猫不耗子假慈悲！来人，立即将刘老六就地正法，以为陛下的在天之灵。住手！我不信师父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三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感情用事吗？给我闭嘴！师父，我要你亲口对我说，是真的吗？看着火灵儿哀伤的双眸，刘老六不忍，和其对视，慢慢抬起了头。是。一瞬间，火灵儿脸色煞白。刘老六，当日是我把你带来的，今日便由我亲自送你上路了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看着面前的火灵儿，刘老六竟然有了一丝笑容。3年了，这3年里我很快乐，不但重新感受到了父爱，还有爱情。够了，足够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唯一的遗憾便是，有句话还没来得及说，如今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了。刘老六抬头，嘴唇微动，无声地说出了那3个字：不，为什么？
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？天火女帝这一刻彻底泪崩了，泪水如泉水般不断奔涌而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六哥呀！太阴女帝看着痛苦懊悔的天火女帝，她的心中又何尝不是充满了苦楚？师父那几个字，谁又看不懂呢？师父，只要你快乐，即便身边的人不是我，又如何？混蛋呀！哥哥怎么会喜欢天火这个暴脾气的？明明我才是哥哥的菜，好不好？刘老六，既然没有遗言，那就给我去死吧！什么？那是？一瞬间，刘老六竟然被龙一口吞掉飞走了。龙笑笑，你该死呀！我必杀你！看着双眼血红、已经迷失本性的龙笑笑，刘老六充满了自责。都是因为自己，笑笑才强行变身的。笑笑，难道你不知道未成年的你，一旦强行化龙，便会变成一个没有意识、只有兽性的怪物吗？笑笑，你放心，不管花多长时间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笑笑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肉，我要肉！看着龙笑笑充满血性的双眸，刘老六面露难色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先用驯兽之法驱除笑笑体内的暴虐情绪才行。一念至此，刘老六直接划破自己手。想要吗？想要就乖乖坐好。哼，不听话我走了。1刻钟后，来喝了粥就给你血。还是没到时候。就这样来回极限拉扯800回合，终于龙笑笑妥协了。来喝了粥就给你血。龙笑笑无奈的低下了头，喝光粥。血给我。刘老六略感欣慰的看着这一幕，至少第一步成功了。看着昊天镜中的画面，北冥女帝无情的吐槽起来：它看起来好像一条狗呀，而且还是一条不听话的狗。这种不听话的狗，就是要狠狠给它一点颜色看看才行。这两个人脾气还真是臭味相投呀！大胆，居然敢侮辱我龙族女帝！你说什么？这惹不起，惹不起！这堂堂龙族女帝，竟如同猪狗一般被圈养着，这幽冥魔头太变态了吧！道友，此言差矣。虽然刘老六采取的方式比较难堪，但终归是想要帮龙族女帝换回本来的意识，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，实乃无奈之举。对，我们虽是吃瓜群众，但不能为了喷儿喷呀。有道理，是我浅薄了。是谁敢亵渎我龙族女帝？找死不成？啊，准帝龙广，道有进言呀。哼，女帝我管不了，几个吃瓜的还管不了呢。而此时的龙族女帝却是呆呆的，一动也不动的看着昊天镜。就这样，刘老六不断的用自己献血喂饵训练龙族女帝控制情绪。春去秋来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在刘老六的治疗下，龙笑笑终于恢复了意识。笑笑，来喝粥了。谢谢师傅。看着恢复意识的龙笑笑，刘老六终于如同父亲一般笑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刘老六和龙笑笑朝夕相伴，日子平静而又温馨。又是匆匆几年过去了。笑笑，今日我照例去城镇买些日用品，你在家乖乖等我回来。师傅，不要抛下我呀！你这傻丫头，我拿一次食言过，你放心好了。哎，这笑笑还是如同当年一般，胆小怕人，太过依赖自己了。师傅，你一定要回来呀！不要抛下我。在家乖乖等我。1天之后，师傅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会不会不要我了？不会的，师傅不会丢下我的。笑笑，我回来了。师傅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抛弃笑笑的。看着此时已经泪流满面的龙笑笑，刘老六有些心疼。笑笑放心，师傅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笑笑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冰糖葫芦。师傅，甜。刘老六脸上露出宠溺的笑容，还真是个孩子呀。果然没错。是谁？原来是他，今日就是此人一直在城镇跟踪我，我凭借天道经屏蔽自身气息了，此人又如何找到此处的？这位兄台，不知一直跟踪在下意欲何为？
而此时的陌生人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刘老六身后的龙笑笑。果然，我先前感应到的气息果然没错。哼，敢打笑笑的主意，找死不成？什么冲天巅峰？看来看走眼了，需要重新采取措施。先前多有怠慢，还请道友见谅。在下龙啸，不知道友尊姓大名？龙啸，莫非也是龙族不成？刚刚情绪如此激动，难道还是龙啸啸的族人？师父，你说过再也不会离开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和那个妖精跑了，独自丢下我，丢下一个可怜的我？师父，我不会原谅你的，一辈子也不会。一刻钟前，在下龙啸。龙啸，龙族。看来道友心中已经有了开口。实不相瞒，你这徒儿乃是我胞弟的亲生女儿。说起来，我还是这孩子的大伯。当年我的胞弟和弟妹被妖族残害，他们的孩子一直流落在外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寻找我这侄女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让我寻到了。你可谓是我龙族的恩人，若是没有你，恐怕我这侄女早已凶多吉少了。龙啸道友，若真如你所说，自然是件好事。但是，哈哈，道友你的谨慎，我了解。我龙族的血脉极为特殊，若为至亲，只要身体任何一个部位触及到一起，就能产生血脉相连的感应。道友一试便知真假。此法我曾在火国藏经阁中见过，应该不假。好，便依你所言。老六兄，还请让笑笑伸出手来。笑笑，师父我怕。别怕，笑笑，师父一直在你身边。在刘老六的鼓励下，龙笑笑终于探出手触碰龙啸，一刹间两人如同电流流过一般。我就知道，我的感应一定没有错。笑笑就是我的亲侄女。老六兄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想带笑笑回去？笑笑乃是我龙族的血脉，只有回归龙族，才能真正成长起来。老六兄，既然你是笑笑的师傅，定然也是希望笑笑能真正成长强大起来的吧？话音刚落，只见龙笑笑的身体猛然一颤，随即死死地抱住刘老六。师傅，我哪也不去。看着如此模样的龙笑笑，刘老六只能无奈地安慰起来。笑笑别怕，我说过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我并没有希望笑笑将来有多么的强大，我只希望他每天都能过得开开心心，无忧无虑。若是笑笑不愿意去，那么谁也不能强迫。天王老也不行。师傅，你当真是这么想的吗？当龙族女帝再次看到这一幕后，眼神充满了伤痛。师傅，为什么当时如此坚定的你，最后却选择了那个臭妖精？为什么？而看到此时痛苦不已的龙族女帝时，北冥女帝再次吐槽起来：活该，让你没事就往师傅怀里钻，你是龙又不是泥鳅，瞎钻什么？就会装可怜，后悔呀！果然是会叫的鸟有虫吃，会撒娇装可怜的徒弟才有师傅宠。当时我的性格太过强势了，若有龙笑笑这般一分，也早就拿下六哥了。一瞬间，太阴女帝仿佛想到了什么，竟然脸红起来。嘿嘿，羞死了！看着眼前神态各异的四人，瑶池女帝心里10000匹马奔腾而过。刚才幸亏没和龙族女帝联手，就这表情，估计一会又是个坑。我需要提前准备好昊天镜了。昊天镜回忆，哈哈哈，老六兄误会了不是？我这侄女有你这么一位尽心尽力保护她的师傅，真是她百世修来的福分。你救了我侄女，便是我龙族的恩人，不知有没有幸邀请你到我龙族做客？刘老六看了看龙啸，又看了看怀里的龙笑笑，确实需要尽快让笑笑改变害怕的性格才行。或许多接触一下同族是个好办法。好，既然龙兄邀请，那就叨扰了。老六兄，前面便是我龙族秘境入口。传言龙族常年栖息于火山之中，看来不假，这环境确实恶劣。老六兄，请。三人刚进秘境，却听一阵阵吆喝声传来。粽子，玉米馅粽子。这龙啸兄，这是龙族秘境，还是我人类城镇？
老六兄莫要怀疑，世人都觉得我龙族粗鄙不堪，不懂得享受，却不知我龙族秘境早已与人族共存。我们龙族提供保护，人族则为我等服务，虽为主仆，但却无欺压之事。什么龙族秘境竟然和人族毫无差异？故乡呀，故乡！没想到还能再一次看到龙族世代居住之地，但所有的一切都在龙族与妖族的那场大战中毁于一旦。刘老六，你该死呀！你罪恶滔天，害我族人，毁我家园，此仇不共戴天。诛杀魔帝，复兴龙族！诛杀魔帝，复兴龙族！吵死了！谁再敢大喊大叫，我就把他烧成草泥鳅！哼，当我们不存在吗？居然敢当着我们三女弟面诽谤师父，我都不耐烦了吗？这七龙太甚！你们莫非弃我龙族无女帝不成？女帝大人，你看！吵死了！给我闭嘴！这你马好尴尬呀！族长，你糊涂呀！说，你想对面3位女帝，而咱们龙族女帝只有1人呀！你强行要女帝为咱们龙族出头，不是让咱们龙族女帝难堪吗？是了，我真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还是女帝大人聪明，假装没听见，这才化解了尴尬。咱们有这么英武女帝，我龙族必定重回巅峰。然而龙族女帝却真的只是嫌他吵。你龙族死活关我何事？再敢吵我，小心我一口一个嘎嘣脆！师傅，就是在这里遇到的那个臭妖精。该死的臭妖精抢我师傅，该死的师傅为了一个臭妖精就背叛我。今日我先吃了你，再吃了那个臭妖精去。老六兄弟，这便是我的府邸。小管家，去把我那358位夫人都叫过来，一起见过老六兄。358位，我去。一刹那，莺歌燕舞，美艳芬芳齐聚。夫君，看我今天这身好看吗？夫君，这可是人家亲手为你做的。一瞬间，叽叽喳喳，乱叫一气。都闭嘴！今日老六兄弟是主角。老六兄，我这些夫人怎么样？不必拘束，随便挑。看上了我哪位夫人，尽管拿去。什么？哈哈，害什么羞呀！你们这些没有眼力见的东西，还不快去招待我兄弟！若是怠慢了我兄弟，我定不轻饶你。一瞬间，这些人竟然瞬间包围刘老六，都给我滚开！龙啸啸一声震退众人。而此时的刘老六也面露不悦之色。这龙啸刚说人龙地位无有不同，此刻便把自己夫人如同货物一般随意交换。龙啸，此举过了。龙啸迷惑的看了看刘老六，又看了看龙啸啸，忽然大笑起来。看来我这个侄女对你这个师傅的感情可不一般呀，是我唐突了。该死的龙啸，居然敢让那些胭脂俗粉缠着师傅。龙广，那个龙啸死了没？如果没死，我等定叫他生不如死。不错，如果已经死了，我不介意让他死的再透一点。这看我干啥？你们问龙啸去，我那时候还是个幼人。再说宋夫人咋了？夫人不就是货物吗？我龙族都如此好客了，这刘老六最后还恩将仇报，更是勾结妖族屠戮我龙族，你们还为他叫屈？你们是人吗？也就你们是女帝。嘿，暂且忍让，待一会昊天境曝光刘老六的丑事后，我看你们3个助纣为虐的女帝还有何话说。昊天境内，经过今日所见所闻，刘老六总是有些不安。会不会将笑笑带回龙族是一个错误呢？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希望是我多虑了吧。第2天，老六兄，今日还需笑笑前去龙族祭坛觉醒血脉之力。血脉之力？不错，我龙族修仙完全依靠血脉之力。若是能觉醒真龙血脉，那便是有大地之滋养。此时龙啸看下龙啸笑，眼神有狂热，有羡慕，还有贪婪。师傅，我怕。不怕，有师傅呢。龙啸兄，我可否一同前往？当然可以了，你是贵客呀，更是我侄女的师傅，你不说，我都要邀请你的。据我所知，龙族是极为高傲自大的种族，对其他种族，尤其是人类，动不动就是卑微的爬宠。为何此刻待我如贵宾呢？难道仅仅是因为我是笑笑的师傅？不行，还是需要谨慎才好。那龙兄请。真龙血脉，真的是真龙血脉。
天佑我龙族呀！天佑我龙族呀！朝我命令，封龙笑笑为龙族圣女，地位等同于龙族族长，掌管族内生杀大权。一刻钟前，龙族果然是隐世大族，上面这些人无一不是圣者修为，单一人就足以匹敌整个火狐王朝呀！龙啸拜见诸位长老，拜见族长。在下见过族长。然而族长龙天却看都没看他们两人一眼，眼珠子直勾勾的看向龙笑笑。师傅，道友何意？哈哈，果然是爱徒心切，阁下便是笑笑的师傅了。此番笑笑能回归我龙族，还多亏了阁下的协助。此番笑笑觉醒血脉，还请老六兄弟亲自带笑笑走向祭坛，不知意下如何？不急，龙天族长恕我冒昧，我这徒儿可有何特殊之处，令您这位族长都如此看重？据我所知，幼龙未觉醒血脉之前无法预测呀。哈哈，老六兄弟，我来解释吧。我的胞弟，也就是笑笑的父亲，觉醒的乃是我龙族最为至高的真龙血脉。哎，只可惜还未能成长起来，便被妖族所害。而笑笑作为我那胞弟唯一的孩子，极有可能也继承了真龙血脉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我多心了。笑笑，走，师傅陪你去祭坛。笑笑加油！师傅，我不会给你丢脸。血脉冲击！真龙血脉，真的是真龙血脉！天佑我龙族呀！天佑我龙族呀！朝我命令，封龙笑笑为龙族圣女，地位等同于龙族族长，掌管族内生杀。师傅，累。龙天道友，可容我先带笑笑去休息。你看此事怪我了，我一高兴忘记，觉醒血脉会消耗太多劲。龙啸赶紧带老六和笑笑前去休息，务必照顾妥当，记住要全天候伺候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族长，我定时时刻刻陪在身边听候差遣。老六兄弟请。龙天是关我龙族的霸业，不可再有任何的闪失。1000年前龙战的错误，绝不允许出现第二次。诸位族老放心，化龙石已准备妥当，待那剑种体内的真龙血脉稳固下来后，便可抽取他的精血与龙元，助我龙族突破瓶颈，成就真龙之境。这一点我们已经谋划万年了，一旦成功，诸天种族都将成为龙族圈养的生种，我龙族主宰的日子就要到了。老六兄弟，这20位都是府里新来的丫头，这龙啸兄不必了，我平时不喜欢别人伺候。哈哈，老六兄，我可不是说让他们来伺候你的，而是我这侄女总归是女子，身边总是需要有丫鬟服侍。话音刚落，刘老六脸色一窘。确实，龙笑笑太过依赖于我，甚至沐浴之时都需我在旁，却有不便。那就多谢道友了。那就中间那位姑娘吧。刘老六抬手指向容貌最为普通之人。这刘老六果然是无趣之人。罢了，那剩下就成为我的后宫之人吧。老六兄，我等告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公子，奴家叫雅柔。突然间，刘老六眼前的场景陡然一变。师傅，你看我好看吗？师傅，你好好看看我，我美吗？师傅，我的好师傅，我想金刚木呵，究竟是谁？有趣，实在是太有趣了。帅哥，你引起了我的兴趣了。帅哥，你引起了我的兴趣了。该死的臭妖精，就是你勾引走了我师傅。师傅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你曾经答应过我，一辈子陪在我身边吗？为何一个臭妖精就能你勾走？怎么了，我的好妹妹？想起伤心事了吗？是你，臭妖精，看打！别急啊，我的好妹妹，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师傅当年为什么会弃你而去吗？什么？妖族女帝竟然也是幽冥魔帝的徒弟吗？这刘老六到底有多少个徒弟？还个个都是女帝啊！非也，我有预感，恐怕因果需要反过来。难道你是说，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女帝，都是沾了刘老六师徒的因果？恐怕唯有这样解释，才说得通。师傅，我是你未见面的徒弟啊！混货，你是女的吗？
该死的渣男，还是个老色批！都给我闭嘴！一帮吃瓜群众，不到30多级是你们命大，再嘚啵，我一口吃了你们！臭妖精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的好妹妹，这回忆马上到重头戏了，不如再耐心点看下去，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哦。妖女休想蛊惑我龙族女！啧啧，真是一群可怜的小泥鳅。妖女，你莫要欺龙太甚，大胆！你们这群臭泥鳅，竟敢辱我妖族女帝，欺我妖族无妖不成？什么妖族？这是清朝出动了？难不成妖族与龙族之间在这里再次爆发大战过？放肆！太不把我天庭之主放在眼里了！妖族女帝，龙族女帝，管好你们手下的这些龙族与妖族，此地不是你们的战场。瑶溪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你也不想我和他们3位一起围攻你吧？放肆！小小妖族不但敢直呼我姓名，更敢威胁我，谁给你的勇气？梁静茹吗？呵呵，瑶溪，天庭已经早已不是万年前的天庭了，就莫要再摆那天庭之主的架子，否则我不建议抢过来玩几天。嘿嘿，我也想体会一下天庭之主是啥感觉。天庭嘛，还没去过呢。哼，瑶池女帝，天地轮流坐，今日也该到我家了。你们！一瞬间，瑶池女帝竟然一口精血喷出。哎，如今的天庭早已不复当年之威名，今日更是被女帝联手针对。罢了，既然如此，我还何必独自烦恼，再管天下这些破事？不如专心找到夫君的养魂瓶，复活夫君，做一对神仙眷侣，岂不是逍遥自在？一念至此，瑶池女帝立马轻松起来。眼看瑶池女帝变了个样，妖族女帝竟然说不出的憋屈，随即把矛头对准龙族。小泥鳅，你确定待会真的打起来，你们这位龙族女帝会帮你们龙族？这是什么话？我龙族女帝不帮我们，还能帮你妖族不成？啧啧，真是一群可怜的小泥鳅。看你们可怜，本帝不妨提前告诉你们一个残忍的真相。妖女，我们龙族不会受你蛊惑。跟你们说啊，当年我们妖族在攻打你们龙族时，你们那些个长老皮糙肉厚，可难对付，还多亏了你们这位龙族女帝一口一个卡蹦脆，这才让我们妖族轻而易举大获全胜。妖女，你这挑拨离间的手段也太差劲了，这等胡话也说得出口。女帝大人，你放心，我们全体龙族永远支持你，绝不会受挑拨离间。这有时候四肢发达也是一种幸福呀。就是不知道待会真相曝光后，这群小泥鳅还能不能如此信誓旦旦？臭不要脸！妖族女帝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哼，没想到这妖女居然如此不顾及形象。妖族果然都是没脸没皮之人，居然敢如此勾引我六哥。一刻钟前，你到底是何人？小哥哥，不用管我是什么人，你只需知道你是我的人就行了。说话竟然直接贴身而上，魅惑无限。哼，若再无实话，休怪我出手无情。没想到居然看走眼，此人居然3番2次破解我的魅惑指数。帅哥，你彻底引起我的兴趣了。呵呵，小哥哥，你大难临头还不自知。呵呵，不信吗？你可知龙笑笑父亲被谁所害？还能有谁？不就是你们妖族吗？哼，万年以前龙战觉醒真龙血脉，一跃成为龙族最耀眼的天才。然而没多久，就传来其叛逃龙族后被追杀于荒野，自爆而亡的消息。什么？龙战是被龙族杀死的？这不可能！龙战天资卓越，龙族保护都来不及，为何要杀他？假如为了真龙血脉呢？真龙血脉，不错。龙族通过化龙池炼化真龙血脉和龙元，从而实现全族血脉提升。这牺牲一人而壮大全族的事，除了牺牲者本人，别人谁还会不同意呢？这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看来龙族是想故技重施，炼化龙啸笑呀！该死的龙族，居然敢打我徒弟的主意，找死不成？不过此妖女诡计多端，也不可轻信呀。你来找我，告诉我这秘密，到底有何企图？企图？小哥哥，情人之间的事，说什么企图不企图的？
奴家可是将心肝都掏出来给你了，你可不能辜负了奴家的一片真情哦。臭不要脸！妖族女帝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妖族果然都是没脸没皮的。两位此时不是吃醋的时候呀！如果妖族女帝所言为真，那么龙族图谋甚大呀！如此说来，定是师父联手妖族，摧毁龙族的阴谋，拯救天下苍生于危难呀！诽谤，都是诽谤！我龙族一向与世无争，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野心。这一切都是这个妖女在对我龙族泼脏水。可怜的小泥鳅，无知真可怕呀！看着此时的妖族女帝，又看了看一脸漠然的龙族女帝，难道一切都是真的？所以龙族女帝自始至终都对我龙族存有敌意。我不信，我非要看个明白。昊天境内，起来，有人来了！哥哥，奴家害怕。只见公孙雅柔紧紧地抱住刘老六一幅暧昧的画面。哟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嘿嘿，我还当刘老六是什么正人君子呢？如今看来是真老六呀，就会装。老六兄，我就不在这打扰你的雅兴了。这些东西是给笑笑稳固血脉的灵药，春宵一刻值千金啊，我告退了。秦哥哥，这稳固血脉的灵药可是你那宝贝徒儿的催命符呀！给我起誓！如今只有能找到化龙池，便能分辨这妖女所言是真是假了。妖女，你潜伏在这龙族秘境数十年，可知化龙池在何处？秦哥哥，你弄疼奴家了！该死的家伙，也太不解风情了吧！废话少说，若要合作，就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。他是石头人吗？我不信有不好色的人。秦哥哥，奴家的屁股被你摔疼了，你帮奴家揉一揉，奴家再告诉你秘密好不好？这妖女就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？好，我成全你。只见刘老六上前，直接一掌又一掌开打上去。轻一点，你这个混蛋，来真的呀！说不说？不说。说不说？不说。别打了，秦哥哥。赶紧说。秦哥哥，你好霸道呀，奴家好喜欢呀！快说，别墨迹。秦哥哥，若是奴家所猜不错，恐怕我们已经在化龙池里面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这整个龙族秘境就是那化龙池？老铁们，非常抱歉，因为有些原因，此剧情只能更新到这里了。啊，那粉丝不是再也看不到我们了吗？笨蛋，只要去番茄搜妻女帝后悔记，又能追剧情了。偏火女帝，找死不成？哼，怕你妈，走打一架去。服了你俩了，你敢相信吗？开局便是7胞胎，胎胎都是女帝本身。北冥女帝冷若雪，太阴女帝温雅贤，天火女帝火灵儿，龙族女帝龙笑笑，妖族女帝公孙雅柔，瑶池女帝瑶溪，还有最神秘的神族女帝玄薇。一刻钟前，诛仙城，诛仙阵，诛仙阵下炼幽女。师父，1万年了，今世界开启已经1万年了，今天我来赴万年之约。是呀，万年之约已到，今日便是师父转生之日，也不知道师父是否已经成功脱离昊天境内。不用担心，六哥绝不会骗我的。天火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哼，恐怕不只是我吧？诸位还不现身吗？一瞬间，龙族女帝、妖族女帝、瑶池女帝、神族女帝纷纷现身。你们，万年以前我错过了师父，这次师父转生，我绝不会再错过了。吆喝，瑶池女帝，你还有何面目来此？难道陷害师父还不够吗？妖族女帝，你对师父的伤害也不小吧？更何况我才是师父正式的妻子。别吵了，万年以前师父不惜背负万古骂名，以自身河道昊天境，开启新世界。临终之时，对我等立下万年之约，便是希望我等和睦。难道你们要在师父面前也大吵大闹不成？然而就在众人争吵之时，昊天境一阵阵白光闪过，一道流星自昊天境内飞出。师父，六哥，新世界刘府。恭喜刘老爷，恭喜张老爷，二位夫人同时有喜了。什么？我要当爹了？大哥，我有个想法。二弟莫不是要指腹为婚？
哈哈，不错，大哥。若是都是男孩，则如同你我一般结成八拜之交；若是异性，则结为夫妻，如何？好好好，求之不得呀！莫非张夫人的胎儿便是师傅转生后的妻子？嘿嘿，师傅，你是我的啦！六哥，谁也不能把你抢走。夫君，这辈子我不会再错过你了。师傅，你甩不掉我的。嘿嘿，那我也凑个热闹。一瞬间，7位女帝竟然同时施法转生进入张夫人腹中。一瞬间，张夫人肚子竟然快速隆起。大夫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夫人好像不是1胞胎，而是7胞胎。什么？7胞胎？你们不要脸，为何都进来了？北冥，莫以为就你聪明不成？哼，反正谁也别想再让师傅和我分开了。笑笑妹妹，姐姐也不成吗？找死！一瞬间，女人竟然在娘胎中大战起来。一刹那，张夫人竟然疼晕过去。可怜张夫人一介凡人，又怎能经得过几位大帝的折腾？不好，娘胎要毁！娘胎竟然出现裂痕，一步一步崩溃。快施法反哺娘胎！一瞬间，7位女帝同时施法反哺娘胎。就在此时，张夫人气势猛增，一瞬间境界快速提升，筑基、金丹、化神，赫然从凡人一跃成为圣人境界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好了，各位从今日起，每天轮流反哺娘胎，直到我等降生为止。你们也不想还未见到师傅就身死胎中了吧？好，今日我先来。而此时的刘老六正在疯狂的吸收资源，浑然不知旁边的镜子在闪烁放光。眼前这个人有多嚣张，一会就会有多卑微。哼，区凡人也敢自称大天尊，找死不成？什么准帝天火王？道有所说的，可是那天火女帝的弟弟。正是此人。据说万年之前，天火女帝传位给天火王后，便归隐无踪。如今在天火王带领下，天火国已经独掌一域。只是天火地狱离我北疆地狱甚远，他怎么来此？准帝大人，你缘何在此？哼，鼠辈！天火王冷哼一声，不理众人。刚刚一瞬间，明明感觉到了王姐的气血，怎么现在消失不见了呢？罢了，先解决眼前的事再说吧。就是你们要自称大天尊不成？别问我呀，我现在是懵逼树下懵逼过呀。哼，你这凡人何德何能坐上这天下之主的位置？莫说你个凡人，就是你身边的圣人又如何？在我眼里，也不过是插标卖首之徒。呵呵，天火，你这兄弟好大口气呀！那可不，天火王是谁？人家是准帝啊，大帝之下无敌的境界啊。何止，恐怕天火王对付你我这样的大帝也能1换1啊！一瞬间，众女帝竟然全部开始嘲讽起天火女帝来了。都给我闭嘴！臭弟子，你这当皇帝当久了，越来越嚣张了，竟然让我如此难堪。怎么了？都不说话了？哼，蝼蚁！给我滚！什么人敢如此对准帝这样说话呀？坏了！现在跑还来得及不？只能寄托于天火王，顾不上我们几个小泥鳅了。众人忐忑不安地看向天火王，而此时的天火王却意外的激动高兴起来。王姐，是你啊？你在哪？天火王看遍四周，没有王姐的身影，不由得伤心起来。你知道我找了你多少年吗？王姐，我没辜负你的期望，如今天火国已然是一域之主了。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。看着此时如同孩童一样的天火王，天火女帝内心充满了自责和骄傲。弟弟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姐姐对不住你。弟弟，你走吧，我已经找到师父的转世之身，如今我更是施展大轮回之术，投胎至此。这一次，六哥我志在必得。什么？王姐，你找到师父的转世了吗？莫非此人腹中胎儿便是师父不成？是的。刚刚忽略了昊天镜，昊天镜在此，看来是师傅定然无疑了。火母在上，我准帝天火王愿意在此护法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天火王又转向天空众人，尔等是敌是友？干呀！明明你才是敌人，好不好？你的态度也太老六了。我关心的是
到底是何人能让准帝境界的天火王态度如此大度？道友，你该关心的是我们三还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。啊，对，准帝大人，我们也愿意在此护法千年。俺也一样。算你们识相。伯母，你安心养胎就行。大哥，我有点懵逼了。兄弟，同猛的，我也是一不留神就坐上了大天尊。大哥，我只想弱问一下，刚刚的指腹为婚还算不算？必须算呀！眼前这7个胎儿有多强大，刚刚出生就引来天地异象。凤凰异象，居然是万古凤凰之体。传闻凤凰一出，天下哪儿进帝没啊？是啊，这次天后即使没有准帝在旁，也无忧了。毕竟凤凰之体若不夭折，必成大帝啊！我去，这真是我的女儿吗？嘿，不错，有了凤凰之体，很快就能重回大地之境了。你们终究不是我的对手。北冥，你高兴的有点早了。烈阳异象出。什么天地异象烈阳之体？居然2位胎儿都有大地之体，这张家要崛起啊！在我面前抢风头，天之尊，傲世间，给我瑶池变阳天，万雷之体，给我显现！看给你装的！你若是天，那我就横飞万里，只手遮天，万妖之体，群魔乱舞，遮天术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天黑了。我说世间该有光，于是便有了光。谁再称无敌？哪个敢言不罢？真龙变身。手握日月，摘星辰，世间无我这般人。这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这胎儿一个比一个变态呀！一门7女帝，这大天尊名副其实呀！娘仔，我懵逼了呀！这真的都是我的种啊？怎么感觉头上有些颜色？说的胡言乱语！这怎么一回事？其他6位女帝怎么也和黄姐一起转生了？师傅呢？不是说师傅在张夫人肚子里面吗？我娘子生了，是儿子，哈哈，我刘老五有儿子了。这是众生朝拜，必须是大功德之人才有资格呀。这胎儿究竟是谁？居然能让众生朝拜？大功德莫过于创世之功。我不对，这刘夫人胎儿才是真正的创世主转生呀！天下谁人配青衣？唯我神王刘老。师傅，六哥，怎么回事？师傅怎么会莫名晕倒？我看一下。什么？六哥竟然天生残缺，一魂一魄？怎么可能？师傅身负开天之功，怎会天生残缺？大道50，天眼49。玄威，什么意思？当年我听我先父说过，天地本有缺，大道50只能演化49，顿其一。难道正是因为师傅身负开天之功，转生之身太过完美，所以天道才有所不容，硬是夺走一魂一魄不成？看来是这样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我们快速恢复实力，寻找补全之法才是正事。好，皇帝，给我准备天才地宝，我要快速修炼。黄姐，你就放心吧。还有我们，这黄姐，也一起准备吧。好吧，黄姐，那我去了。大哥，这如今我儿这个模样，婚约之事，要不就算了吧？不行，我必须嫁。不行，我必须嫁。不行，我必须嫁。 5年之后，如今我走路都会摔跤，这样的身体又怎么能配得上隔壁的7位女天骄呢？更何况一接触她们，内心就莫名的疼痛，仿佛上一世有莫大恩怨一般。罢了，惹不起我躲得起，我溜走便是。你能想象被7胞胎女帝追着当夫君是多么痛苦的吗？哥哥，你就答应了我吧。六哥，你是我的，都走开。 我才是夫君，上一世的妻子，好不好？瑶池，你也说是上一世，我可是和师傅相约的是3生3世哟。呸！不要脸！一瞬间，7位女帝竟然如同泼妇一般争吵起来，争吵不过瘾，竟然齐齐飞到天空大战起来。而此时，我们的主角刘老六却被此景折磨的痛苦万分。上一世又是上一世，上一世的因，为何要让今世的我来承受这无端因果？ 莫说你们各个天资卓越，
单单你们这天庭七公主的名声，就不是我所能配得上的呀。更何况如今我先天缺少一魂一魄，又有何资格做你们的夫君呢？一身清贫怎敢入繁华？两袖清风怎能误佳人？罢了，我再悄悄溜走便是。昊天镜呀，昊天镜，希望这次你能给力些，别再被抓住了。只见昊天镜慢慢显出一副鄙视的面目。要不你就从了吧，别瞎折腾了，那可是绝色奇宝菜呀！快走，别废话。昊天镜无奈的摇里摇头，瞬间释放出一道光芒，携刘老六而去。师傅是我的，是我的，都起开！我的，一直都是我的。你们都闭嘴吧，哥哥又溜走了，又溜走了，这是第几次了？一天逃8次，天天逃，月月溜，这是第10年了，你自己算算。六哥为什么老想逃呢？还能为什么？就是你们老缠着师傅呗。哼，你少缠了吗？好了，都闭嘴。老规矩，北冥往东，太阴向西，天火去南，瑶池奔北。好，那海里归我了。大地下，我来负责。好，天空还是我来寻找。老规矩，谁先找到，谁能单独拥有师傅1个月。哼，师傅是我的。一瞬间，7位女帝快速飞走寻找刘老六。嘿嘿，镜子，这次你还是很给力的呀！你们想找我，下辈子吧。镜子，我们走。嘿，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，竟然缺少一魂一魄，走2步就跌一跤。罢了，镜子用乾坤大挪移。就这样，刘老六再一次逃跑成功。10年之后，哥哥你在哪呢？难道这一世你也要离我而去吗？师傅，上一世我错过了你。这一次我绝不会再失去你了。六哥，就是把此间世界翻个遍，我也要找到你。师傅，你此生逃不掉了。夫君，此生此世，3生3世，我取定你了。就在众女帝苦苦追寻刘老六时，一个不知名的荒山中有一个不知名的小村落。10年之前，从远处来了一个外乡人，无人知其名，无人晓其根。只知道天生残疾，走2步必咚一声摔倒在的吴勇，一下再起来，再摔倒再起来，如此反复。村里孩子们淘气，讽刺他像冬天的蚕蛹一般笨拙，便称呼他为冬勇。冬勇。时间一长，人们便都称呼其为冬勇了。一晃10年了，相信那天庭7位公主已经放弃寻找我。这村落虽小，却别有一番风味。虽然孤独了些，但是还好。镜子，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什么？这是红烧大公牛吗？你能想象被一头发疯的公牛盯上是什么感觉吗？鼠辈竟然敢暗算我，不知道我大力魔牛的厉害。1刻钟前，我是妖域的，妖域积雷山，积雷魔云洞。洞内有大妖，名字叫大力。妖孽看着，这是红烧大公牛吗？何方鼠辈居然敢暗算我？就是你小子吗？这是什么牛？受如此重伤，居然还能立刻起来嘶吼。鼠辈，你牛爷爷问你话。这牛莫非饿了不成？嘶吼居然如此惨烈。鼠辈居然敢蔑视你牛爷爷！看刀提，什么情况？我去，怎么被打回原形了？这牛莫非得了疯牛症，叫个不停啊！鼠辈居然害我损失1000年道行，你给牛爷拿命来吧！我去。镜子，镯子，鼠辈刚刚偷袭我之人，果真是你，俺老牛跟你拼了！只见大红牛肉眼可见的缩小下去。镜子停手呀！再小，莫说耕地了，就是红烧也没几口肉了呀！鼠辈，你镜子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。算了，要是就不活，那还是红烧了吧。我还能再抢救一下。吆喝，这牛好有灵性呀！也罢，这样你耕田来，你织布，你挑水来，你劈柴。你个老六，又晕了。镜子，大公牛归你调教了。你就挺好吧。
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大红牛也从原来的暴躁脾气变成了温顺的小绵羊。唐白，你少废话，你被迫镜子一天打9顿试一试。1个月后，怎么回事？我在村外等待1个月之久了，那牛妖为何还不出来？莫非被我偷袭伤重而亡不成？从老君借来的金刚镯竟然有如此神威，只是如今这小小村落甚是诡异，竟然能吞噬我的神识，不敢贸然进入呀！唉，想我杨二郎一心救母，这刚刚出山，难道就要折戟沉沙不成？不行，此妖是我出山第一战，不容有失。莫说龙潭虎穴，就是上古秘境，也要闯上他一场。这还是一战灭千仙的大力牛魔吗？如今怎么成了耕地大水牛了呀？不管了，只有用9981个大妖之骨，才能练成神器辟天斧，劈开桃山救出娘亲。此时正是好机会，趁你病要你命，妖孽拿命！你是何人？为何要攻击我家水牛？屁的水牛！你收留妖孽，想必你也是祸害人间的大魔头。张嘴妖孽，闭嘴魔头！你又是何人？哼，我乃杨家二郎，我舅舅是天庭之主大天尊。什么？大天尊？莫非我隐藏在此的消息被大天尊知晓了不成？怕了吧？不对，若是张伯父知晓我在此，此事来的应该是那7位女帝公主。如今这小子单独来此，多有古怪，且让我炸上一炸。小子，你即使大天尊外甥，为何来此呀？哼，都怪该死渣男刘老六啊！莫非果真知道了我在这？当年大天尊不以刘老六出身卑鄙，把7位大帝之资的姐姐同时许配给凡人刘老六，这是多大的荣誉！可刘老六呢，竟然直接逃婚，让7位姐姐苦苦追寻至今，不但让大天尊失去天伦之乐，更是被天下人所耻笑。没想到我的一走了之，竟然伤害了这么多人。渣男刘老六，若让我抓住，一定替表姐们狠狠修理一顿。这与你来此又有何关系？哎，刘老六退婚之后，大天尊极为痛恨仙凡之恋，颁下法旨禁止仙凡通婚。怎知我母亲云华云游之际偶遇杨郎，一见钟情，便私定终身。大天尊大怒，这才不顾亲情，放打鸳鸯，镇压我母亲于桃山之下。如此说来，这云华仙子也是被我所连累了。大天尊念及娘舅之情，许我一个机会，只要抓住99个罪大恶极的大妖，变成神器辟天，便许我劈开桃山救出母亲。而他大力魔牛就是我的第一个目标。什么？一宝出手。